0人直播，很棒，一个人都没有。这里走你。好，现在还是0个人，17个人。对，今天折腾了一天的直播啊，不是直播，今天折腾了一天代码，然后实在是很痛苦啊。这个杨家老店儿，好，这个跟大家讲讲今儿玩什么了啊？今天玩了一些这个稍微麻烦一点的地方，这个给大家看一眼。写了程序，这个不爽了，肯定要出来晒一下，对吧？这个 share screen， 哎，来看到这个网站了没？这个是 lookfan.com， 实际上是我的网站，是我的个人博客站。原来呢，一直想把这个视频的内容变成博客，发到博客站上去，就是哪怕是说没有办法有很多人看到，说据说是可以有一些这个叫搜索流量会回来，但是呢，也是要慢慢做了。关闭。你看这上头也是有广告的。来，就是这个文章呢，就是完完全全是我的直播的稿子，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当然里头也是有错别字了，这个没有任何办法。怎么说呢？就是，呃，但是有些人说我就是想要字儿，对吧？那么我们现在也给你一套完整的字，就是我以后尽量会把自己的内容呢，用文章的方式放出来。但是这个文章呢，就是口语化，但是口语可能会稍微修改一点点吧，因为毕竟是经过大模型的处理了，然后呢，也经过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也经过了这个一定的编辑啊，但是主要还是靠字幕识别出来的一个文章啊，就可以出来了。那么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跟大家讲讲这个心路历程。晚上好啊，这个突击直播，对，又是我。这个以后就是所有的内容都会有文章啊。这个前几天呢是 Tiny Fu 到北京来，然后我们俩做了2场节目，一条放在他的频道下头有1个小时04分钟，一条放在我的频道下头有40多分钟。然后呢，我们两个就交流说这个怎么能够让 YouTube 有更多的人看到啊？他就讲，他说他的网站上是会放所有 YouTube 的这个文字稿的，因为这个呢其实困扰了我很久，就一直没有搞定这件事儿，怎么把文字稿放到这个就是进行编辑。因为虽然我们进行了口语的这种识别，但是你让它进行完整的稿件输出这个事儿，其实还是挺难的。哎，这个谁呢？这个 Tiny Fu 就说：“哎，我有个办法啊，他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就给了我一句提示词。现在真的是提示词也是可以这个干活的了啊！这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句提示词是什么？哎，我想把它发出去。对，就是这句话：整理下列文字的格式，加入标点符号和段落。如果只有一句话，则直接加上标点符号，对吧？就是这样的一句话。然后呢，我就把这句话
发到了这个各种的平台上去试了一遍，然后找一个最好使的。这句话呢，就是我们用这个剪映去剪视频的时候，首先你可以去做这个叫做字幕识别，做完字幕识别以后呢，你可以把字幕导出两种格式，一个叫 SRT，一个叫 TXT。SRT 呢是里头带时间的，就是几分几秒多少帧到几分几秒多少帧，然后是哪句话，大概是就是一行是时间，一行是字，一行时间，一行字都是这样的。然后 TXT 就没有那个时间，只有字。所以呢，我一般就是导两次，导一个 SRT，就是大家现在在 YouTube 的视频上看到的那么就是 SRT。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导成这种叫做，这个 TXT 啊，这个就是它就是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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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说一句话，比如说我现在说了一句话，也就一行，它就这样来做的。然后呢，我就会把这样的一个文字，先去哪儿呢？先尝试了一下 ChatGPT，因为我花钱买了 ChatGPT 4了嘛，结果发现不行。为什么呢？就是当你把这个文字扔进去以后，然后呢，再去把这个提示词输进去，这个 ChatGPT 会给你出一段就前面大概出个1000字左右，然后呢就不动了。然后你说继续啊或者什么的，他在那吭哧吭哧吭哧半天，说对不起，我出错了，对吧？这个事儿是搞不定的。然后这个谁呢？Tanfu 呢，他是调的 ChatGPT 的 API，因为我自己没有往 ChatGPT 的那个 API 里充钱，就是我只是通过苹果手机买了一个账号，所以我还没法用这个东西。那么我说看看怎么来处理，而且它呢是拆成，就是它直接把这个字幕文件拆成段儿，然后一段儿一段儿升进去。后来我说这个这么多，比如 Kimi，我觉得很好用，我要用一下 Kimi。然后呢，我就跑到 Kimi 里头去，把这个文件上传上去啊，就是这个 TXT 文件上传上去，然后呢，我把提示词给进去，给进去之后呢，这个就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给你做了一个还不错的这个，叫做就是做的还不错的这个文字，然后呢，你只要在下头选继续，一段一段一段就出来了。哎，我说这个很好啊，然后我就，用这种方式呢生成了几条视频，生成了之后，再是什么呢？再是这个突然有一条视频它不生成了，就是讲到一半儿大概讲了2段3段以后突然不讲了。然后我发现是什么情况呢？是我在那个视频里头说了 Kimi 的坏话，我说 Kimi 用的人太多，服务器很不稳定，我去充了钱以后，经常被服务器拒绝。然后呢，这个讲到这儿的时候，这个 Kimi 说对不起，我不给你服务了，对吧？你这个咱们聊点别的吧。就突然碰到了这样的一个二的事情，然后就没有办法，我说那换一个吧，就是换什么呢？换文心一言吧，这个用的也还不错，对吧？然后文心一言呢，首先在本地上跑了一下，本地呢可以跑，但是对于本地的机器实在太折磨了。后来我说算了，还是扔到这个文心一言的云端吧，就是它的不是文心一言，说错了，是这个零一万物啊，就是扔到零一万物的云端。就是为什么用零一万物呢？因为它有200K 的模型，对吧？我直接可以把这个东西都扔上去，200K 字是200万字嘛。像我现在的一个这个文件，就比如说我去讲了1个小时的或者这种内容的话，大概也就是1万多字。所以呢，对于这个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哎，我就把这个1万多字的稿扔进去，然后给它提示词，然后呢也还 OK 啊，就是第一次出来了。然后第二次我再输的时候呢，说继续然后又出来了。然后等到第3次的时候呢，他给我做了个总结，说算了，我不给你出了，我给你做个总结吧。说你这个里头这个负能量的东西有点多，这个就没法弄了，然后又被拒绝了，这个就完全没法整。然后我就想办法干嘛呢？去这个叫做海外的网站上去尝试。然后昨天还去请教了一下天津师范大学的王书义老师。我说你是用的什么呢？哎，他告诉我了，他说他呀用的叫 Together，哎，就这个网站这个我们现在进去这个网站呢，这个我现在就上去注册了一个账号，然后注册了以后就直接送了好像是$25，
上这儿也有啊，零一万物啊，也有这个，就是咱们现在使用的什么 Llama 3 70B 啊，什么这个都是有的啊，包括这个，这是 Llama 2、Llama 3，比如 Llama 3 70B 啊，就可以直接用。啊，什么8×22B，这个 Matrix 就在本机完全跑不起来这种玩意儿，它这儿都有。哎，但是它没有 Grook 哈，这个 Grook 我估计这个大家就没有惦记让它用起来，对，就没有 Grook。所以就是我们想用的各种模型都有，而且还很便宜，这个东西用起来非常便宜。我说那就用吧，就挂了这样的一个账号，而且是靠写程序来去搞定的啊，就是一般人搞不定这个事情，我是写了程序，然后开始往里去灌一些内容。结果呢，这个里头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网站非常不稳定，就是你跑着跑着，它可能就把你踢出来，跑着跑着把你踢出来，然后说什么呢？说这个我发现你的这个网站可能啊连接有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梯子不稳定，因为这个网站是在海外的，啊，就完全这个没法整。啊，这个后来我又想了办法，又上了另外一个网站啊，叫 Grook，啊，这个网站呢叫 Grook，Groq，对，呀，你看直接把我踢出来了，看来是这个爬梯子的姿势不够优雅，对吧？那么这个，总之呢是说，哎，我们 Grook 是免费的啊，完全免费。这个但是 Grook 上呢只有 Llama 2、Llama 3，Matrix 大概只有这几个模型，它模型特别少。啊，这个而且他们比较好是什么？都是用 OpenAI 的这个兼容的 API，就是你只要写一遍代码，然后就可以调了。那么最终呢，我说没有办法，对吧？还是说，用各种模型把我的需求都跑了一遍。最终呢，发现是哪个好使呢？就是还是要把这个文字拆段儿啊，就是一次都扔进去是不行的。比如说我拆成这个多少呢？就是比如1000字一段儿啊，或者是这个800字一段儿啊，我先拆好段儿，然后拆完段儿以后，然后把这个一段儿扔进去，说来给我去做总结，对吧？或者不叫总结，就是给我刚才那个这个去给我打标点啊，打这个东西。然后呢，这个扔给 Kimi 去干的时候就还好，因为你分成段儿以后呢，他就不会认为说你说了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对吧？我要整个扔给他，他就觉得我的正能量不够，然后就不给我干活了，对吧？这个 Kimi 就可以来去工作了。我现在呢，就是可以把这个文字自动分段儿，然后扔给 Kimi 就会去做，而且我还去检测说，哎，每次输出的东西是不是输出完整了呀？我最后一句在不在啊？如果不在的话怎么办？他有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丢几句，啊，如果不在的话，我就把我这一段缩短啊，去掉5句，然后把这5句放到下一段接着说去，然后把这一段再给我生成一遍，然后就可以生成出来。然后最终呢，我是把这个程序大概反正也是经过各种挫折吧，然后把它调出来了。这个调出来以后，我可以在 Kimi 的模型上，可以在 E34B 的模型上啊，就是01万物的 E34B 模型上，可以在这个通义千问的34B、70B 的模型上都可以跑起来。再小的模型，比如说像什么7B、8B 这样的模型跑不动，它也会出结果，但是这结果就完全是错的，对吧？这个事儿是要注意的。所以正常完成这样的需求，至少是需要32B 或者34B 以上的模型。至于这个模型是在本地，是在云端，还是在这个比如说海外的云端啊，都关系不大。现在我是在海外的云端使下来也还 OK。然后现在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就是效果最好的其实是什么呢？通义千问的70B 啊，是70B 还是72B 啊？那个是效果最好的一个。我看看啊，千问 72B，实际上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模型。但是千问 72B 呢，会有一些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会，把你一些文字给你稍微的口语化的文字就给你梳理一下。比如说我经常说着说啊，这个事情啊，那个事情啊，它就是所以它最后识别的时候每个字后头有一个啊，然后呢，你就把这个啊呢，它就都给你去掉了。所以经常会导致什么？我就是测试最后一句的时候，说这句写上了吗？没写上，没找着啊，它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种我就删掉5句，然后再来。就有基本上就是对的。
所以今天是折腾了一天，所以最后呢，就是放到这个刚才咱们看到这个 Together 啊，放到 Together 的这个呃平台上去，然后呢跑这个通义千问的这个叫什么呢？跑通义千问的72B，但是这种呢，就是反正一点一点试，你是真的没招儿。然后价格呢，我看看价格是多少啊？哎，它应该是有价格，而且它还是可以进行这个什么的，它还可以进行微调，可以做 RAG，就是这个功能其实是非常完整的。对，我看看价格呢，我记得是有一个地方是有价格，Together，呃，Get Start，嗯，Price，看看大家看到的啊，还不是，得换一下，Stop，然后这个 Price。它呢是这样，你比如说，你用的小模型0到4B 的是10美分，10美分100万 token。你比如说我要去用72B，就这个，大概是100万 token呢是0.9美金，就不到1美金吧，6块钱7块钱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我现在是用了几天，然后一共是花了我大概1块多美金吧。也就这种水平，其实还不贵，而且呢，它这个东西，就我是怎么说呢？就是它反正你免费注册了以后就免费送，是15美金还是25美金，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去用去了，这个效果还挺快的，就是它速度非常快。当然最快的是那个 Grook 那个但是你必须这个姿势要正确才能够使用上，或者你们在海外可以使用它，那个速度非常快。我看看，现在博客那种长篇大论的文章不灵了，就是李承鹏还写也没有人看，除非用浏览器功能读出来。哎呀，这个文章本来不是给人看的，这个文章是给搜索引擎看的，对吧？我也没指望你们谁去看这种东西。而且你想有一个有一个胖子坐在这儿讲，你们看人讲就完了，你为什么要去看文章呢？这么奇怪的事情，但是有些比如说，哎，我觉得这段有一些内容，我想去引用一下或者什么的，你可以从文章里边儿去找，对吧？然后再稍微的自己收拾收拾，没准儿就能用啊。这个其实主要是给大家干这个事，更多的呢是希望被搜索命中，命中了以后，对吧？那么他们就会去没准儿再看一遍视频，对吧？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吧。这些模型有多少公司靠这个模型盈利的？其实拿这些模型盈利是很容易的啊。这个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过程就已经在盈利。我这个跟 TinyFu 做的那期视频就在讲说，我在做整个视频过程中，都使用了哪些 AI 大模型的工具，然后希望这些工具怎么去串联起来，继续给大家用，这个其实也因为那个1个多小时的视频嘛，我估计大家应该是没怎么看。对，这个他准备把我的建议都吸取回去，然后按照我的建议分轻重缓急，把这些功能慢慢做出来，也期待他慢慢去做这个事儿吧。现在就是拿这种，你真的是 to B 应用，你去拿这些模型去干活儿去，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啊，已经完完全全可以挣钱了。你不需要 GPT-4，你也不需要什么 Gemini，什么都不需要，就上这个东西就可以。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专业知识库比如说这个假设吧，我们今天需要给人做一个这个中介移民中介，那么我们把移民相关的所有的内容 RAG 做成专业知识库了，然后呢再去问他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让他先去检索，然后呢再把这个东西进行一定的这个串联，然后把这个最终的文章生成出来。用72B 就基本上足够了你不需要再更大的模型。这个更大的模型是
这个你没有基础知识库的时候，它会啊似模似样的给你胡说八道一下，啊，你有基础知识库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更大的模型。我今天试了一下通义千问的图片生成，生成的图片跟我想象的差很多，请问输入提示词有什么技巧？我感觉让他真知道我要什么，比让他知道我不要什么更难。比如我输入人物不戴眼镜结果生成的图片都戴眼镜啊。这个因为我是用过，但是用的不多，它那个通义千问的这个生成图片，它呢，你就想吧，它背后是 Stable Diffusion，然后呢，这个就是它对这种特别长提示词的理解本身就有问题。哎呀，我现在就是所有的这种生成图片的，这种 AI 大模型里头最好使的就是两个啊，一个是达利，一个是 Midjourney。Midjourney 是氛围好，达利是理解的清楚，对吧？达利你给他任何东西，你说完了以后，他都很忠实的、很聪明的来理解你要什么，然后给你做出来。但是呢，它的很多的生成的质量、氛围什么的，要比这个什么呢？要比这个Midjourney 还是要差。你们看身后这张图是 Midjourney 画的啊。然后24.7毛9，啊，他是送了我25美金，然后呢，我用了2天还是3天，然后用了0.21美金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就是这个还是挺经用的。对，这个也是就今天实际上就是来闲聊的，跟大家这个闲扯两句，就是写了一天，代码你们还要看吗？这个史山代码也看一眼吧，既然都写了，对吧？这个叫做 share 窗口，这个分享啊，这就是咱们的史山代码。然后，哎，我看看，我是不是把窗口缩小？哎，真的，把窗口缩小，这字儿都变大了。然后，哎，这字儿都变大了。原来你们老说这个字儿不够大啊，实际上就干了这么个事情。这个叫做什么？把这个 SRT 文件进行转换啊，然后上来前面不用管干什么，然后到这里是这个看看哪个模型是现在被设置在能用的啊，然后呢就去这个开始拼啊，拼字符串先告诉他系统说了，整理以下文字，就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啊，整理以下文字。说完这段以后呢，是这个告诉你用户也说了，说的是什么呢？啥也没说啊，给一空的，然后就进去干活去了。干嘛呢？先把这个文字拆段啊，这个是 str 到 length，实际上就是把它拆段。我现在是800字一段啊，700字一段，因为长了以后呢，这个大模型就开始胡编了，它不是说搞不定这件事它就胡编啊，那这个事儿不行啊，我们就先去分段然后分完段以后呢，就告诉他说，来，我们把这个消息啊，messages 的这个消息里头把它第一段填进去，哎，然后这句话 client 点 chat 就开始干嘛去了？就是调大模型干活去了。啊，然后呢，告诉你用的是哪个模型啊，写这一段拿出来的信息啊，target，然后呢，把 target 还干一什么事儿呢？哎，去做一下这个验证，说你看跟我生成的要的东西一样不一样啊？哎，如果一样，那没什么毛病啊。如果不一样，我们干嘛把这一段话的最后5行删掉啊，然后再去生成。
然后把这5行呢加在下一段的前头，哎，下一段的时候再把这5行再去生成去，对吧？我们只检查结尾，不检查开头，哎，然后他就这样来去做，做完了以后，发现最后如果是个这个句号、问号、什么感叹号什么这样的东西，哎，我就再加一个回车，然后慢慢的把它拼起来，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这个叫什么东西啊，完整的一个这个结果啊，它实际上就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别看这就这么长啊，这个就是程序员的效率大概也就这样，但是像我这样程序员算效率低的啊，我看看，从56，其实前头还有几个函数是这次写的啊，呃，从这儿从22到哪儿呢？到这个105，大概也就写了70多行代码，是吧？这个折腾半天写70多行代码，这个就是，程序员的效率大概就是这样了。你好，给瑞士生物学家，呃，威尔逊来根华子，这什么意思？好吧，对，等你 APP 新版本发布呢，这等呢，这个你那个出来我们就用了。我那边这个功能一键生成，对啊，哎，但是我现在也一键生成啊，只是这个中间的过程是我自己写了写嘛，这个最终的结果都是一键生成，你那个中间过程也是自己写的嘛。其实也不是折腾的麻烦了，这个因为你这个东西就跟什么似的，就跟这个很多在 iOS 上很容易的功能，你到安卓上就很痛苦，对吧？这个因为 iOS 就是一句话，咔搞定了，然后到安卓上呢，就是你就需要四处折腾。也因为我现在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就是离开 ChatGPT 了，对吧？我没有 ChatGPT，然后这个我又要去用这个同样的功能，对吧？使用很多这种小的模型去折腾的话，它就会变得很麻烦，对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东西就很像是你比如说你像你这种熟练的 iOS 程序员，给你个什么东西让你上安卓，麻烦死你，我告诉你。对，这个是必然的，像我们毕竟还是程序员嘛，对吧？再怎么着咱还是可以鼓捣两下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东西呢，你最后不上程序还真没法弄，对吧？你这个因为你比如像国内的，甭管是通义千问，是 Kimi 还是任何一个国内的模型，你像我们这种功能它都不能实现啊，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我想想叫做什么？就是你说的话不够正能量啊，他要担负责任啊，这个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麻烦的。然后呢，到国外呢，这个就是看你是不是去调这个 ChatGPT 的这个 API 了。我这几天也在想办法去挂这个国际信用卡。对，用这个聊天的方式去做复杂的事情是很麻烦的。哎呀，你不要一句一句的了，我给你个那个什么，我给你个链接，呃，泰尼夫，这个叫哪儿去了？这儿呢。对啊，哎，我的网是不是不太好？卡不卡，同志们？看你的猫一杯评论来的，论占有公共资源负面影响猫一杯远不及瑞士生物学家啊，这个，哦，这个好吧，这个就这样了。你这里还好，那我就不折腾了，因为我这儿显示的是网络不是很好。嗯，让我看一眼，换个节点去。
Ollama 的本地 Llama 3 8B 有试过吗？试过了，中文基本上没有啊，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人去做中文相关的事情了。这个 AI 聊天你是如何突破字数限制的？有字数限制这种东西吗？这个是这样啊，就是，叫什么呢？这个，你比如你用 Kimi，它本身就200K，对吧？这个用这个通义千问是，Kimi 还不是200K，Kimi 是2兆，就是200万字啊。然后那个通义千问是这个1000万字，10兆，对吧？所以大模型本身现在对这一块的要求已经松多了，就是你想跟他聊10兆的内容，这辈子你都未必聊得完。啊，这个其实还好啊。Llama 这个东西我试过，那天还是在这个什么 Together 上去试了一下 Llama 3的70B 啊，那个怎么说呢？但是它没有英文啊，就没有中文，都是英文的，这个就效果就那样了。哎，大家都说还可以，但是我这儿怎么显示的慢呢？这是什么情况？代理这个手动测试。是稍微慢一点但也还不是不可接受。我看看，日本的稍微快一点，菲律宾就算了，日本吧。画面我这里有点卡，但是声音问题不大，那就行。卡的你都不动了，声音没问题。我刚才不是不动了，我只是这个去换节点去了啊。这个它可能换完了以后会稍微等一会儿。台尼夫，你要上来扯会儿不？这个我把那个什么给你，把链接给你了，正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胳膊上的小贴片儿。这个是你看看好。每次上来老范都是快结束直播了，是的，我今天本来就是上来瞎扯的，对吧？这个写了一天程序，然后这个，但是你看，就是我之所以愿意跟大家扯的原因是，我最后把它调通了，对吧？如果我最后没有把它调通，我就不上来扯了。这个总还是要，上来炫耀一下的，对吧？就是这么个事情，总还是要上来炫耀一下。画面卡，声音不卡，那这个那就这样吧，反正这个，我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最近我使用不了 Gemini，这个提示目前不支持你所在的地区，那这个那就不支持呗。这个具体怎么去这个什么的事情，我们就不在这儿讨论了啊。那这样吗？还可以，还可以，这么模了吧糊的？没有模糊啊，我背景是模糊的呀。我模糊吗？人也模糊，人也模糊。你们那是其他人看他网的问题，模糊不？是不是你的网的问题啊？反正我这儿网确实是不太快。我说过，特斯拉在华投资建厂的目的是打败传统车企，以及电动车。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特斯拉
会死于国产车。哎，现在感觉特斯拉越来越像三星了，就最后在外边称王称霸，在中国基本上被清出去了。哎，其实这个话题我倒真的是很有兴趣。哎，咱俩上次聊这事儿了吗？没有啊，就电动车这事儿没有吗？没有。忘了。我还挺好奇这事儿，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电动车的所谓的优势，它是一个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对吧？它是一个颠覆性的还是一个？我最近因为这个事儿，我打车遇到比亚迪，我还特意跟那个司机聊比亚迪的价格什么的。我以前对比亚迪还没什么兴趣，我最近听这些新闻听多了，开始关心国产车了。我操，啊，看他们发展的怎么样。对，我今天去试坐了一下小米苏7，就是还是在五河东华西那儿，然后他有那个小米苏7的店嘛，然后我跑那儿去看没什么人，哎，我说让我进去坐一坐，然后发现那个车巨矮，这个就是它完全按跑车设什么计的，叫没什么人啊？咱们那次去看不是排了好多人吗？今儿是礼拜二嘛，今儿人少啊，嗯，这然人少，后他就没那么热了是吧？进去，嗯对，然后那个，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坐那个叫什么东西，宝马 i8，就是那种超跑。然后呢，他们就说嗯，这胖子要做超跑呢，要学习怎么优雅的上下车。因为呢，你要先拿手扶什么地方，然后再伸哪只脚，再把哪只脚进去。因为实在玩不好，它就很容易滚出来，因为它太矮了那个玩儿。是，我就进不去。Model S 我进去觉得特别痛苦。Model S 我觉得还好，Model S 我进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开过 Model S，但是那个 i8实在是受不了。就是后来我们是专门看了个那我视频，没试过。那个就是包括保时捷什么我都开过，就是我专门看了个视频，然后跟人家学了一下这个姿势、身位，怎么扭腰，怎么转胯，然后怎么伸腿，然后才能优雅的坐进车里去，然后再优雅的下来。我进那种车，有好多车，我的第一个大问题，我不调座，我根本头都进不去。对，上半身这个这个太高了，是好弄，头都进不去。对。然后我看看，在写什么？他们在说，生成中文的文字还是需要中国的模型，其实也不是，它就需要微调。现在我看好像 Llama 3的各种就8B 版本的中文微调版全出来了，就非常多的就出来了。据说是可以达到14B 或者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水平，这种就是完全可以在这个手里头。其实 ChatGPT 从一开始就是中文就很好，但是别的包括 Google 的 Gemini，他们往往出的第一个版本，就有的是后头就把中文加上去了，对吧？往是，往前头的版本中文都不行，嗯，就是可能 ChatGPT 还算是个多边形战士。你要问那个多语言的支持，以前有人跟我呛火说 Gemini 支持1000种语言，Gemini 是有这么一个啊，好像不是 Gemini，反正 Google 一个什么模型先吹过这个牛。可是问题是 Gemini，你问他个中文问题，他就相当差。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这个 是差一些。ChatGPT 的先发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不，ChatGPT 其实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也不灵，后来也是慢慢的改的。不，它 Gemini 也它是，虽然不是，它虽然不是，就是我怎么说这事儿，就是说它肯定是比别人的多语言都支持的强太多了，只能这么啊，那说嘛，是就是说。是，它还是先发嘛。它 Gemini 也毕竟不是是一个专门给先出的中国市英语，然场做的。后出5种语言，然后再最后出的中文嘛。嗯，这个还有人学机械的啊，不懂编程没关系，我们反正就是我讲的不是编程，我讲的是怎么解决问题，并从中得到愉悦的一个过程。我现在基本上把编程当打游戏玩儿你刚才那一段代360码一放，大家都吓傻了。我操！啊，是史山代码，欢迎。这个特斯拉的，是快速衰竭的苹果。反正苹果现在肯定也在衰竭，就中国市场衰的也很厉害，但是特斯拉衰的比苹果厉害，厉害的多。现在特斯拉真的是不好搞。但是你就这么想的一个问题，你像有很多车型在日本有，在中国没有，比如说它那个 Keybox，就嗯，是它那种方方的小盒子，只有在日本有，好像在全世界哪儿都没见过那个东西。但是呢，他们产 Pickup，Keybox 的
叫 Key Car 还是叫 Key Box 那个东西，就方方的啊 Key Car K-Box 是其中一款，K-Car 是总啊，共就是种类，这个类型叫 K-Car 啊。嗯。日本是这所以如样的，果比如说海外对中国的电动车进行严格控制的话，它有可能就会变成像 K Car 那样，就咱就自己玩自己的，然后外边人就不用，没有了就算了，其反其实正我们市场我一直足够大。觉得，我其实一直觉得 K-Car 是个特别好的东西。你知道，是啊，北京我觉得也很有问题啊，就是我们天津、北京到处那个窄马路都被那个停车给堵死了嘛，好多地儿对吧？是，停满了车。其实 K-Car 在日本它就为什么日本人爱用 K-Car 呢？就是它有一条规则说，你要是买全尺寸的车，你就必须得要提供你有车位的证明。K-Car 不需嗯，要，因为它停车位小嘛。就中国这个地儿其实更需要这种东西。中国老的城区哪有停车位的设计啊？一有车了以后堵得一塌糊涂。那这个北京还好，因为北京呢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你比如上海吧，上海比如说我要盖一高楼的时候，就是4条马路，甭管中间是方的、圆的、扁的，我把这4条马路从中间这块扒了，然后就一个楼蹭蹭立起来了。北京呢，因为它政府很强，就是说它可以说来我把这个10片街区全拆掉了，然后盖一个楼，所以呢，它就可以干这样的事情。这北京的停车呢，没有那么费劲。天津是中间那一段都是那个什么嘛，天津市中间那段都是这个老城区，你竟然没法拆，没法动它，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我这儿不行，换个新加坡的节点试试。对，我这儿反正就是有的时候需要换个节点，它有时候能好一点。对，这个所以就是一旦现在中国自己本身电动车生产肯定已经天下无敌了，这个事儿是事实，没有任何好说的。但是呢，问题就是别人都不让我们去这个什么啊，别人都不让我们去把车卖过去，这个是很讨厌的啊，所以在做割裂。那么割裂了以后呢，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K car 的原因就是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本地小需求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玩自己的这个事儿，不好说啊，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制造业的东西最终是卷不过国产的，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电动车升级就是自动驾驶，油车不能自动驾驶，因为油车提供不了大量的电。但是这个呢，因为我前面也讲过这样的话题，也是看到很多人在说这个论调，但是也有很多评论呢就上来反驳我啊，说这个，谷歌做的这个那个车最早都是汽油车，它是用那个Lexus 的那个 SUV 去做的测试，所以呢，汽油车是完完全全可以做自动驾驶的，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你就停车了以后，你不要耗电嘛。汽油车开起来以后，你想它能带空调，能带那么多东西，所以这个就是英伟达这几个芯片没有那么耗电，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呃，大家不愿意在汽油车上做很多的这种自动驾驶的尝试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吧，你今天已经知道你要搬家了，那你还愿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添家具吗？你肯定就不乐意了，对吧？这个你说反正我要搬家了，对吧？我这个搬到新家，我再去换新家伙事儿就完了啊！我非在老房子里头换一堆家伙事儿，这事儿不就很二吗？所以现在大家就不愿意在这个传统汽车上去做这个相关的工作。目前我用大模型，第一句话就是所有的问题都用英文回答，感觉能够极大的提高回答质量。这个英文我这个看不太懂啊，这怎么办呢？前两天还闹了个笑话，人家告诉 investor，然后呢是投资的意思，结果我忘了。你看我自己原来是投资总监，我以前是 investor director 这样的，这个后来就给忘了。然后说，哎，这是不是访问还是参观？觉得这个词好熟。哎呀，这个事情后来懊恼了我好久，说他妈这个自己老本行给忘了啊，把这个自己的那个职位的那个单词给忘了。但是你就不用，那怎么办呢？啊，老范刚刚说特斯拉像三星，那日系车会不会就是索尼呢？这可能性是存在的啊，就是索尼最终就是变成卖这种
很精巧的小东西和一堆的这个底层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大家用的什么 CMOS 啊，什么基本上都是索尼的，还有很多屏幕是索尼的。啊，用中文提示词要求英文回复，啊，这个也是个办法。我现在写英语小说就是这么干的，用中文提示词要求用英语回复，然后那个反正哗啦哗啦一大条，然后具体写的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感觉可能还行吧。Tiny f o 超日的无糖无酒精啤酒超赞，有人在向你推荐啤酒啊。Quest 好像开源了，是否就是下一个安卓啊？不可能。你对 Quest 怎么看？喂，你这个静音了，还在不？我都不知道快死，我都不知道。就是美塔的那个眼镜，我都不知道。美塔的Facebook 的那个眼镜，Facebook 的那个 AR 眼镜。哦，你说是那个是吧？那个 Meta 的那个是吧？那个快死了。对，我以为他这个说什么叫呢？是那个这个，还我一直觉得有很多东西是真开源，有些东西是假开源，包括像马斯克的 Grok 实际上就是假开源，包括这个 Quest 我也认为它是假开源。这个你要真开源，你就要做开源社区，要去做让大家去能用起来，对吧？你比如说像那个刚才我们去看那个 Together 那个网站上 ，Grok 就没有，对吧？他就不会有人上去挂这个东西让你用去，因为什么？就是他后边没人支持你，他就挂不上，这就属于假开源。就说哎，你看我开源了啊，把东西咵扔这儿了，完事儿了，对吧？然后你谁都使不了啊，或者使的过程都跟那个猜谜语似的，你才能把它挂上，那这个事儿就拉倒了。有的时候你把你挂完了以后，发现还那么好。另一个角度是这样的，是另一个角度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这东西真好，你不开源也会有人帮你开源，有人破解，你不支持会有人帮你支持。当年那个 Google 那3篇论文嘛 ，Google 说我有论文给你们了，我够好了吧，我不用开源，结果人家就把好东西写出来了呀，就这么简单，你就出个 idea，我就给你做出来。而且现在有好多那个大模型的论文里头不带代码的，那我来写，对吧？你只提供了一个思路，我觉得你这思路很好，那我实现一个。那就说像那个就是Twitter 那个对吧，和 Facebook 这个，如果它没火起来，要不然它自己不努力，要不然大家也不觉得好。大家觉得好，大家主动就天天一方面就是自己的东西也做的没那么好，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个就是他自己也不好好的出来折腾。苹果其实也愿意做开源。我上次碰到了一个做那个什么的嵌入式 Swift 的，就碰到那么个小伙子，就是他专门做这种嵌入式的 Swift。然后呢，他是那个自己写的这种那个编译器，自己写的这个底层包什么这个东西，然后呢，可以去开发很多的这种嵌入式设备。然后后来说苹果就动不动就找他去聊天，然后呢说我们现在想支持这个事儿，然后看怎么弄。结果后来我说他妈的跟着苹果走开源，你会死的，很惨的。其实因为它底下是 LLM 的，本来 Swift 本来就是个开放的东西，但是就是你刚才说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觉得苹果自己 Swift UI 都没做起来，对吧？是我跟着你做怎么办？就是苹果自己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在做吧，或者说它不稳定吧，应该这么说。裁员估计他们是靠前，这个开源的部门。对。和邮电无关，12伏、48伏输出是这样的。其实这个问题，我那次听过老范你说那个，就是说那个油车的那个蓄电池不够大嘛，那个这些我觉得都是小问题。其实我们做互联网公司或者我们在大公司上班上久了，你会发现一个公司的基因很大一块是怎么招人。就是德系车它的基因就是发动机啊、变速箱啊，这是一种人，大家都叫做技术人员或者都叫工程师，他和软件工程师完全不是一类人。就是你问德国公司它有几个程序员，就是你看日本，之前我们以前聊日本在这一波的 IT 里头不是特别好的很大原因就是日本有很多高科技企业，但他们都是把程序外包的，就是很多传统的制造类的大的公司，他都喜欢把 IT 外包，
但是嗯今天我们认为这种中国现在可能在这个阶段，比方说小米也好，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出来的，然后呢，他们去嗯，做手机，再去做汽车，他们倒不太担心在车机软件啊，或者这些自动驾驶这方面，他不知道怎么去招程序员，他不太担心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以前做那个电子出版的时候，嗯，我们跟出版社的人聊，就出版社的人说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招程序员，而且我们这种体制就招不了程序员，我们就开不了对。这么高工资，对吧？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你说德系它也有，它遇到同样的问题，它德国哪来那么多程序员？这个不怎么招，是有啊，都是问题。嗯，咱们不还有一个同事在那儿了吗？不余胜是吧？那余盛对余盛在不是，其实就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有点像当年什么 IBM 和微软合作，一边穿着西装，一边穿着 T 恤，你知道，就是你一帮程序员跑到德国公司。我之前见过一次，这个宝马还是奔驰的人哈、就是他们的销售和他们的技术人员就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群。销售嗯全是那种，就是那种什么叫，就是他们那个词儿什么来着？他们那个雅利安的那种黄头发，，OK，特别帅，特别瘦，西装笔挺，然后他们的工程师一水秃头，大胖子，大肚子，你知道吗？就是好吧，如果再加几个程序员，就是三拨人了，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公司文化其实这是个挺大个的问题。我告诉你，招聘呢其实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是管理。这个像对，我们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对我们招几个设计师回来，然后把他们扔在程对，序员堆儿里，他们会郁闷死的。然后呢，他哎，们说我不是我当时在那个设计师不就是互联网公我的吗？你想起来了没有？那个最早咱们那个团队里那嗯，设计师是我招来的，是当然我走了以那后就你个们在用嘛。嗯，那个什么，我们以前在猎豹的时嗯，候呢，设计师就天天在那儿闹事儿。他们呢希对望设计师组成设计部，然后呢由其他对所有的部门呢派工单给他们。然后这事儿呢对我们就不对对对，乐意，为什么不乐意呢？因为他的那个他慢啊，而且他等于一旦联合起来，他们就比较强大嘛，他经常会拒绝你的要求，或者给你排得很靠后。然后我们就是说你们把它拆了吧，就是给每个这个部门分几个，然后分完了以后对呢，就大家一起去 PUA，的一群程序员 PUA 一个设计师，然后逼着这个姑娘也好，小伙儿也好，给我们画画、加班儿什么搞这些事情。所以，但是这个事情它就是这样的。像我以对，前，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对，嗯，对，做程序员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个老板，那个老板原来是销售，然后他干了一个什么特别神奇的事儿呢？每天晚上6点钟站在那个门口看表，然后呢，你如果6点钟下班呢，他就问你，说你怎么正好6点钟就下班了？是不是工作安排的不够饱满啊？然后就大家就觉得很无语这个事儿，然后就问他说：“那个你至于吗？就差这1、2分钟，你至于吗？”然后那老板说：“你们这些程序员工资太高了，然后你们早走1分钟，我都觉得浑身疼。”没办法。因为你销售他无所谓，他工资低，然后最后拿提成，对吧？他那个就是程序员呢，就是你就发了这么高薪水，然后他才来，来了以后呢，干的过程中，你实际上完全是不可控的，他就很痛苦的这个过程。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大的问题嘛，就是我觉得我刚才说文化，其实就包括你说这个管理、是，招聘管理各方面，对，不是一拨人，他的思维方式不一样，所以就是嗯，好的技术专家，他不会进一个，就是今天我说互联网的技术专家，或者是做大模型的技术专家，不太想进一个制造业，他是有原因的，他里头没有他的文化嘛，就是跟我们以前程是。序员也不喜欢进个什么钢厂啊，进个大国企之类的，这个对吧？有人说就是思维方这个式不一样。女儿在大律所说 GPT 出来以后取代律师，她测试过了，完全不行。我觉得她是测试的姿势不对，就是她现在 对，GPT 部分取代助理律师的工作，其实已经 OK 了，已经做对，得很好了这块儿。就是这种问题，就是在于前头夸大的那些人，夸大的嗯，让你以为是什么律师都替代了，这当然是是，不对的。但是后面觉得说这个 AI 不行的人，还很远又把 的人，AI 其实能干的很多事给弄错了，因为 AI 确实是，会让很多很多是。低层的助理性的有可能就没工作了，这真的是有可能的。这个自动驾驶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中国也是会出去的，因为
咱们对于很多的数据要求其实没有那么严格，或者法律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因为你做自动驾驶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犯错你是不行的。你说这个东西一直都是对的，这事儿不行，你还是该撞东西你得撞，对吧？这个在中国你是碰碰撞撞、磕磕碰碰的，其实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你不但是可以说少赔钱，有这个把事态压下来，还可以进行舆论控制。这个事情，你比如你特斯拉在美国出点什么事儿，所有的报纸马上抄出来，还专门有人盯着他抄，对吧？没有的事儿都给你假造、假编出来。你在中国，比如说这个什么遥遥领先的车出去撞个人什么的，你看有人敢报吗？对吧？根本没人敢报。所以这个事儿，这个咱们发展的一定比他们快啊，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到底是什么优势，我们就不研究了。有人摸鱼，你们都点赞了没有？上来摸鱼的人。开源不等于开源商业模式，哎，有误解。我觉得还是你有误解。我们觉得这个开源商业模式里面，你要想玩得好，还是要真开源啊。假开源的呢，就是出来赚个吆喝就算了。泰利富的说法，感觉学机械的人看学编程的人是理科生看文科生的感觉，其实不一样。这个不能这么理解，我们是工科生，我们哪怕是理科生了，那学机械的也是工科生，我们都是工科生。但是呢，大家要注意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比如学机械的人、学硬件的人，跟我们这些学软件的人，我们对于错误的理解、对于试错的成本的理解、对于效率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就是这会导致我们看很多问题的出发角度不一样，对吧？你比如说，对于我们写程序的人来说，这个搞不对，试一次呗。对吧？但你说你是个造火箭的，他妈试一次，砰当一下这玩意儿炸了，对吧？这个就不行了。所以有很多时候就是这个这个程序员的思维有时候会更奔放一点，因为我们的试错成本低，而且试错的周期也很短，就是我可以这边做完了以后，马上就可以看到结果啊，这个是会比较开心的。你是很多学机械的人，你可能设计了半天，把东西造出来了，啊，你再想去看到结果，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油车把发电机加大就可以足够供电啊，这个事儿还是有很多方法的。编程属于节奏快，适合没耐心的啊，也不行啊。这个你程序规模大了以后还是要有耐心。你程序规模大了，你没耐心这事儿是会逼死自己的。就是程序其实最终是在跟规模打交道。搞机械、化学、生物都是天天做实验，累计10年、20年啊，这个也没有那么长吧。自动驾驶都是靠什么？线控啊，这个我觉得就不是档的问题啊，因为它怎么说呢？这个现在电动车上压根儿就没档，只管加大电压、减小电压就完事儿了，啊，这事儿可省事儿了。要挡这玩意儿多麻烦啊，挡这个还费劲。周鸿祎也说要开源，他是真开源吗？不是，包括富盛那个也是开源啊，但是就是你抄抄就完了，你开源完了以后还要看有没有人用。现在我在海外的一些这个平台上看到，就是国内号称开源的这个大模型，在海外有人用的，就是零一万物的和通义千问的，其他就没有。就没好像那个 ChatGRM 叫什么质朴，还叫什么那个东西叫，就是那个号称也开源了，但是没有看到有人会用，对吧？就是开源的东西很多，但是谁使？所以现在看就是这两个还是不错。然后不开源的呢，现在我用的就是 Kimi，确实还不错。Kimi 最讨厌的就是它的服务器经常崩，Kimi 你掉2次服务器就挂了，掉2次服务器就挂了，因为用的人多嘛，玩的人少。今天好像还有人在给我爆瓜呢，说那个 Kimi 是大概是怎么把这个某个女投资人处理了，还是怎么样？但具体还没看到这个详细的信息。说有女投资人投了他们案子以后，然后就每天全身心的 all in 了。
说现在是被原来的基金给起诉了还是怎么样了？我现在没有看到详细的信息，等这个过一段时间，明天再研究研究吧。马斯克的开源，人家就是大型机上跑的程序，为什么要让低端用户去玩起来？这个他就不想让人用呗，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嘛，对吧？人家有大型机的人也没用嘛，啊，不是说光我们没用，对吧？别人有大型机的也没用，然后有的比他模型大的都已经跑上去了，对吧？这个马斯克的 Grok 为什么跑不上去呢？对吧？这个你说我用不起来，这事儿你可以笑话我穷，对吧？人家那个专门做这种服务的人也不给他挂上，也不给他用，啊，那到底是笑话谁呢？对吧？所以要搞清楚，马斯克呢，你也不能一水的舔，是马斯克都舔，这事儿是不对的啊。在哪个平台上写小说啊？我们现在还在测试，还在测试。但是呢，我现在在测试用各种的大模型去让他们写小说，然后结论是什么呢？零一万物写的小说最好啊，但是呢，零一万物呢最不正经。你跟他说这个提示词，比如说，哎，我在街上看到一个美女，然后呢，他就可以编到说美女拉着我去小树林儿，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通义千问呢会比较老实，就是你说什么他给你写什么啊，相对来说老实。但是呢，描述上呢，描写上要没有零一万物出来的好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 Kimi 呢，我也尝试了一下，但是 Kimi 因为它没有这个都是在云端嘛，它没有离线的，它的这种在云端呢，它就要负责任。就像你比如说同样的一个事情，你让这个离线的模型，或者说在海外的这种平台的这种模型上去跑，它的尺度就会大很多。然后你如果是 Kimi 自己的网站上，或者是零一万物自己的网站上去跑，就会严格很多，因为它要负责任，就它是申请到牌照才可以去挂这个对外服务嘛。然后那个牌照你出了事儿以后，它是要按照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它是要按照社交媒体的方式来管理的，就是你所有能够对外服务的大模型都是按社交媒体来管理，所以那个还是挺严格的。自动驾驶不一定卷得过特斯拉 FSD 这种端到端的 AI 深度学习的自动驾驶，不停的喂数据就升级，一旦成熟迭代速度会很快，跟这种 C 加加一行一行写出来的算法效率上不是一个等级。这个现在是这样，就是端到端这个事其实那天我们俩也聊过一次。这个怎么说呢？端到端叫指明方向，就是特斯拉指明了方向。那么剩下的事情呢，我们会移公移山的，对吧？这个不用担心的，我们会去搞的，我们不会一行一行 C 加加去写的。但这我只要特斯拉证明说这个方向是对的，我们就去呗。最多就是说他用的特斯拉自己的芯片，我们可能用的，比如说华为升腾910S 这种东西，咱们就10块顶一块或者什么这样的再干呗。这个事儿也不是说干不了，对吧？还是可以使用的。这个，而且呢，现在其实从 Llama 3的发布，然后再到最新的那个微软发了一个叫 PHI3，就这几个模型的发布以后呢，发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更多的数据其实呢不如更高质量的数据，所以他们现在处理的方式都是用以前的大模型去进行数据梳理。你给了它数据以后，它去梳理说，哎，这个是重复的，那个是有什么问题的，哪个不完整，然后我把这个数据再重新的进行一定的加工与润色以后，然后再拿这些东西去喂大模型，然后效果其实会好非常多啊。就是 Llama 3就是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出来，然后微软刚发的那个 Phi3也是这么出来的。Phi3大概是1点几 B，就非常小那个模型，然后呢，可能要比一般的好多8 B、7 B 的那个模型的效果还好。工科生有几个特点，一是递归约束，凡事先考虑边界式的；二是以处理事情的结果为主，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就出了史山软件；三是判断以行为为主不考虑理科生的对形成原因的追究。OpenAI 其实是一批工科生为主，啊、应该叫伊利亚是吧？第一个是 I，第二个是 L，我印象里，显然其实是理科生，所以特立独行。你怎么看这个事儿？我觉得没那么，
我其实很反对工科生、理科生、文科生这个说法，因为那个我觉得学什么东西没那么重要，其实关键你干什么，你怎么做事情。像什么递归啊、约束啊这些东西，其实就看你是工程思维。你说的倒不一定是工科生，而是工程思维。我要做科研和我要做工程，或者说我要写论文和我要去做工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吧？这个倒是真的。就比方说你今天，比方说 ChatGPT 吧，它一开始这个模型做出来，它就是独步天下的最好的模型。但是他们公司的这个 Web Server 啊、负载啊那边屎一样。你当然可以说那会儿他们预算资源不够，但是他们排队啊、登录啊，对吧？嗯前端检测呀，这都做的不行。这就是工科的需求，或者说叫工程上的需求。他们就是你不可能一帮科学家就把这问题解决了，最后他们还是要找一堆前端和负嗯载的专家什么之类的去解决这些问题，他的网站才能越来越好用嘛，对吧？虽然你背后的大模型肯定是最好的，这个大家没有什么嗯疑问。所以我觉得这个，或者举个例子，就是说你埋头做算法的，或者说你专门做算法调优的，做深度学习的，这当然很重要。但是，比方说你要拿到现实生活中去，就比方说特斯拉出过那个一个什么什么前头有一个什么牌子，他就以为是空的，对吧？就直接冲过去了。这就说明嗯你在研究的环境下和现实生活中，它一定是有区别的。你就得有懂工程的人去做大量的实地的这种路测，我们现在叫路测，对吧？你得做大量的这种事情。所以这个倒不是说谁好谁坏的问题，就是你在某个领域，你得需要某个领域的思维，对吧？对看你做什么事儿的人，对。，Gma 也开源了，这周北京还有教学的会。Gma 我用过了，感觉一般，而且 Gma 我觉得整个社区没起来，它不像 Llama 似的，就是你想，Llama 是头一天出，大概过了2天，就是大量的微调模型就都上来了。现在就是有什么 Llama 3各种的微调，中文的、自然语言的什么就一大堆东西就都出来了。所以这个还是这个叫什么，要看你整个社区活不活跃。谷歌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活儿还是在去做这个，什么东西呢？还是在去做一些这个要看看怎么活下去。前2天还说谷歌要准备给搜索收费，因为现在有一些搜索是收费的，就是我不上广告，然后我收钱，然后一个月你给我多少钱的这个$20或者$10这样的这个搜索服务费。谷歌准备走这条路，这也是一个挺吓人的事情。我用大模型其实用来写标书啊，这个其实挺合适的。国内的只要是同一个行业的招标文件，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模式啊。因为我以前写标书的时候呢，都是这个什么呢？都是谁写招标文件谁中标啊。但这个我们扯远了，这跟今天 GPT 没关系，就是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加冯诺依曼的区别啊。这个搞不清他们到底是谁是谁。我信用卡没事啊，我信用卡怎么了？哪有信用卡的消息出来？不是我插一个啊，公就是刚才说那个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冯诺依曼啊，这几个人还稍微有点复杂，包括那个谁，咱们那个祖师爷图灵啊，他都是那种又能做理论模型又能做实际的人。图灵也是真嗯正做机器的人，冯诺依曼也是做架构也做实际的人。但是其实有点像那个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这理嗯论物理学家，你让他操作机器去，他其实不太懂的；你让他去做实验，他不太会的。但是他们必须得合作，你知道吗？他们有时候提出一理论，必须得有另一个实验物理学家把这个实验做了，他的理论才能被证明。好多这样的嗯例子，好像那个你记得有一个女的叫应该是吴健雄吧，就是那个杨振宁和那个谁的诺贝尔奖，就是吴健雄的实验给证明的，好像是，就是那个他们的那个什么什么宇称不守恒啊，就是嗯
就是你不同的行业就是这样的。对，这底下有人说了吴建雄和杨振宁嘛，不同的行业它嗯，就是有思维方式不同。比方说有人是做观测的，那个地谷是吧？我忘了地谷是做观测还是做数据的。然后呢，他们做了无数的数据，最后牛顿说：“哦，你这些数据最后证明了三大定律，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其实牛顿根本没去做观测，牛顿就拿嗯，了前几代人的观测数据，总结出一模型，然后这模型特别牛逼，对吧？就把这个对。问题给解决了。但是牛顿自己去做观测，可能没他们强，就这个就不好说了。对，我印象里最深刻的就是咱们那时候在创学院的时候，当时北京招了一帮科学嗯，家，然后做这个图像识别，然后这些真是对，科学家，然后他最后没法弄，他们最后写完程序以后，我们必须在每个人给他一对一的配一程序员，给他重写一遍，对对要不然对这程序没法跑。对对对对。他们比方说，我用一台特别好的机器，但他不知道拿到用户上，用户的硬盘内存是多大，对吧？占 CPU 是怎么占的？他只要做出实验做他对就行。的程序只要跑一次就可以，他不需要考对虑什么内存泄露，什么都不需要考虑。对对，他都不用操心这些问题，他也不该操心这些问题。对，然后是人家说是，哎，怎么回事？有点这样的，工科生就像神经网络，反复试错，然后自己被 AI 给淘汰了，淘汰不了。Gma 今天用欧拉 a 试了一下，涉及实时数据的，全回答不知道，也不知道大模型胡编乱造好还是说实话好。Gma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太小，这个我看看我的 Gma 是多大的啊？Gma Gma 我还没看，或者从这儿看一眼。Gma 我记得好像是几 B 的，这 Gma 的模型是非常小的。欧拉 a 然后 model Gma，我看一眼，Gma 只有2B 和7B 两个版本，所以这样的版本你跑起来，这个我本地跑的是7B 的，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就是你指望7B 的模型给你胡说八道，这事儿是不行的。就是你给我那个命令，就是把那个一条一条 TXT 整成那个段落的那个，然后我今天用一些6B、7B 的模型上去，就是基本上是你给它什么就给你输出什么，然后一个字儿都不给你加，一个标点符都不给你加，就回来了。然后呢，你要用这个，比如14B 的呢，就会稍微的调整一下，它会执行，但是呢，那个文字还是很生硬。到了这个30几 B 呢，就基本上看着像一篇文章了。然后等到70几 B 的那个上去了以后，他就还把你这个什么口头禅啊、什么口语化呀、都给你改过来了，对吧？这个其实还是有效果的。这个把机器做的像人一样表现，理解人的沟通方式真的好吗？Prompt 体操，这个本来就是因为人之间的沟通太随意，太多歧义，我们才做 UI 人机界面，现在成了人人 AI 界面啊，这个什么意思？没声音就是咱们这个就是 Chat 这种交互模式，Chat UI，啊，Chat 这一整个 UI 我 Chat 觉 UI 得又回算是到了一种。我的感觉是被 OpenAI 带歪了。对，我从 OpenAI 第一天我就说了，它核心的是它的 API。就是对，我来解释一下啊，就比方说我和老范现在都在用字幕，刚才他直播也说了我们那个字幕整理文字的玩法，对吧？嗯但是其实你看，ChatGPT 做的那个 Whisper，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大多数的字幕识别软件都是那个东西。如果没嗯这个东西，我们就要人工去听字幕，这你就死了。但以前真的是人工听字幕的，然后人工去把这个字幕整理成文章，以前也真是这么做的呀。嗯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倒不，其实我倒觉得核心不是 Chat UI，核心是我们怎么让机器做很多人觉得很枯燥的事情。就比方嗯说，现在有翻译公司直接拿 ChatGPT 或者拿别的大模型直接翻译一本书，而且现在有的人就干脆别公司了，我自己就翻译了，对吧？现在那个 Immerse Translate 这些东西，还有一些别的工具，包括微信读书，他们今天说你把一本英文书放上去，中文版就出来了。就这些事儿都嗯解决了以前你觉得非常麻烦或者非常花钱的事情。
我们现在用这些工具都变得很方便。而且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些能力，UI 这个事儿还有确实我也觉得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刚才那观点就是说，特别复杂的任务，你在对话里头解决，它还是会有问题。你还是要用 UI，还是要上程序。对，还是有可能要有程序，所以就是说，有可能那个微软那套就是 Copilot，它不是说把 Excel 给你干掉，而是说在 Excel 旁边有个对话工具，对。对吧？你操作时候有个操作，你觉得很麻烦，你就说一句，它就给你操作了。但它并不是把 Excel 这个 UI 给你干掉，对吧？这种哎，你现在那个 Office 上有这东西了吗？哪个？你说我的就是 我的 Office 上那个 Office，AI 出来了吗？我的还没有吧？我虽然是 Office，但是我看看我的 Office 有没有，应该是没有。它好像是要看国家的。对，它是看国家的，就是我们现在肯定是没在国家里头，这个没有任何好说的。嗯但是因为我现在是这样，就是我的 Copilot 突然不让我用了，因为我必须要在本地挂梯子，然后从路由器挂梯子，它不让我使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了。就我现在如果比如说需要总结很多内容的时候，我现在就只能是在本地把梯子再重新挂一遍，然后才能用起来。嗯然后我只要挂上以后，他就推荐我说：“哎，你该去升级了，要去付一个月$20，然后付了那个以后就可以使 Office 了，对吧？”然后他们那啊个，有些人开始用那个谷歌的那套，那个好像是一个月是十美金还是多少钱？就是付完了以后，他就允许你去在 Workspace 里头用整套的 Office。然后我现在是用 嗯。WPS Office 也挺好使的。对，但是我也有一点点担心哈，我也有点担心，像我们这些人，就是老范，我不知道你，我就把这话稍微岔开点，我们这些人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比方说，我做什么东西，默认觉得大家都在用 Mac，或者你用 Windows 啊，反正大家都在用电脑。实际上，现在中国的软件都是 mobile first，对吧？都是假想用户是没有电脑，只有手机的。然后我嗯们那会儿觉得，现在的孩子都会用 iPad，他不一定会用电脑。嗯3岁5岁就会用 iPad，所以也有可能未来很多事儿，哪怕很麻烦，年轻人嗯。就习惯用对话界面来解决。我们觉得你他妈怎么这么费劲？打开个文件管理器，一个右键菜单解决的事儿，你跟那个 Chatbox 对吧？说半天。说半天，对，有可能这个是这样的。嗯这个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咱们原来以前都在讲什么呢？就是用这个金山的程序员、腾讯的产品经嗯理和这个阿里的设计师，说嗯为什么这样呢？后来就是说这阿里这帮人啊，说谁也不知道电商网站长什么样，我们就这么做了。做了以后呢，大家就等于他没所有的有用户就被关系。驯化了。驯化了以对，后就觉得，啊，做的真有道理，就应该这么使，然后最后觉得阿里的设计师好厉害。所对，以这个有可能。如果他真的是足够强大，真的把大家驯化了呢，可能大家就用下去了。我倒觉得也不是驯化，就像我们那会儿，咱们在创业院，iPad、iPhone 刚出来那会儿吧，其实也没多久，对吧？我们其是。实经常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触摸的界面，iPad 出来以后，大家觉得小孩儿觉得这是很自然的，然后小孩儿就跑到电视上去点，对吧？嗯。他反过来，他敲键盘对小孩儿来说是不自然的，有点这种是。感觉。嗯，键盘也是一个典型的驯化过程嘛。他为了对，键让这个盘我们是被这样打驯化过的。字机不卡键，然后做了一个最低效率的键盘，结果现在大家都觉对，得，哎呀，这个键盘设计的实在太好，打字效率太高了。实际上是人被驯化了嘛。其实那个事儿，我觉得也，那说了就远了，就是那个键在哪儿，其实跟打字速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没有高低之分，嗯。因为有个有名的叫德沃夏克嘛，德沃夏克那个键盘那个说法后来被一本书给证伪了，说实际上是德沃夏克的发明者编出来的，说我是按照某个频率，但实际就是你确实可以按照频率来放键位，但经过对。实测，两边都训练好了，没有任何人会因为这个键位更合理而快，因为就是肌肉记忆嘛，就不管它键位是什嗯。么样，其实都是肌肉记忆，你懂我意思吧？那我觉得还是会有区别的，因为你毕竟是两只手，如果你要是调整的话，还是会有差异的。那么完全没差异，这个是有科学研究的，就德沃夏克键盘在，但是它真的是被美国的军方去做过测试的，
但是他以后就不讲测试的故事了，他宣传时嗯只讲他那套道理，他就不讲那个故事了。实际上，军方当年是曾经测过他，想看他是不是真的快，如果真的快，我就真的采购他。最后证明嗯，是键位跟速度没关系，不，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关系不大。还是训练的问题。我觉得他的还要看他的实验做的是不是科学。这这个实个验我觉得完全没问题。这你想一个事儿你就明白了，这实际上就是个肌肉记忆，实际上就是个肌肉记忆，没有什么远你近一只手你可以肌肉记忆，对吧？你两只手你要肌肉记忆，这事儿我是不信的。会键位的人其实都是肌肉记忆。我是会键位，但是我也要偶尔要看一看，但是实际上也是肌肉记忆。我是很熟练，因为我是从机械打字机开始练的。但是呢，这个里头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就是它，比如说经常在一起的这个词吧，就是或者是某几个字母经常一起出现的，它一定让你在一只手上。你要在两只手上呢，你就但是但有容易是就是这个实验和这个道理都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就跟我们做那个什么一样，你做那个 profile 一样，你听着好像说，哎，这个操作可能快个几毫秒，对吧？但实际上你要最后看它出现的概率有多少，最后不总体一这个算就是这怎个微么说呢？乎其微，就是这样的。不，这个是这样啊，就是一个呢，就是刚才你讲这个呢，我觉得它的实验的这个叫做数据可能不够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从互联网的角度上来说呢，任何小概率事件最终都是有价值的，因为你数据足够大嘛，我觉得就是这样。不，我觉得是两回事，这是两回事。对，嗯，这个说法都是这么说的，这个说法都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个键放的是不是为了让你慢，是有可能的。但是，事实上，当德国下克发明以后，严格的测试的结果是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就是至少是没有看得出来的优势，就这么简就是当时单一个结论。的实验做了，但是它现在其实实验描述的也不是很清晰嘛。这个这是谷歌有没有文生图模型？怎么不集成到 Gemini 里？谷歌我还真没见它有文生图的，你用过吗真的有啊，我记得有的呀，没有？Gemini 没有说没有啊，有，Gemini 的。有图解释，但是好像没有文生图。应该是有的，但是 Gemini 它呃，以前是这样，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就是以前是你一旦用了中文，你就是调的老版本，就它只有现在英文是最新好像还版本。是这样的，现在可能还是这样的。你要想用它最强的功能，你要用它英文版，你不能用对，中文现在去说话啊。嗯，现在应该还是如此。我去看然一眼 Gemini 吧，后我印象中它是有的。我看看那个 AI Studio，AI Studio 是 Gemini 1.5嘛？嗯，我我印象中去查，它有啊。反正 Facebook 的那前两天我试了一下，叫 AI.Meta.com，我试了一下，画的一般，我觉得。呃，这个不是，就是我现在用的 AI Studio 里边儿，它不是文生图，而是图生文，就是你给它图，让它给你解释。那 Gemini，你我已经让它画一我已经测出来了，它让它画画，它就画了呀。当然画，就是你是打什么，给我画一张什么是吗？我都没有，我直接发的微信给你吧，因为我没发，哎，我应该可以发到屏幕上吗？不能吗？你可以啊，我发微信给你，你往屏幕上导吧，你看。然后比方说，我让他，我现在 make a image for a girl，with，with 我就用中 her 文，他说我还不能创造图 boy，像，中文的就对的，它这中文功能不行吗？中文就不行。对，它是英文可能是行的，它中文就是低版本，它之前至少英文是是这样的。对 GPT 是自然语言处理或者 LU，其实就是学啊，语言一样。我试了一个复杂的，它好像就说它功能还不行。你现在也没给你画出来啊？刚才那个简单的不是画出来了吗？然后我又说了一个，他说他正在，哦，我想起来了，他之前好像是出过什么错儿，就是啊，我想起来，很生成就是把所有人都的故事。画成黑人，哎，对，把所有人都后来他可能画成黑人。就把这功能给关了，可能是，对，后来可能他就加了好多限制，就是是，时出来时不出来的，就变成这样了。分享，说明这个生图对，是比较差的，这个大家是就是你同意的。画出来的，这是画出来的图啊，也就是这样了。嗯，
画比较差，肯定是真的。这啊，你就直接 make a image for me 啊，这个，好吧？对，我刚才没给话题嘛。啊，我刚才又要了一张图，他就跟我说我们正在提高这个功能，好等等吧，再用。他应该是给封掉了，对他自己关掉了，应该是。是一个按钮的事情，或者一些控件跟 AI 解释半天，这样那样，对。但是你要想清楚啊，当你不知道这个按钮在哪儿的时候，你可以问他说：“这个按钮在哪儿啊？”对吧？这 AI 就干这事的。对，太内副，无论如何，GUI 都是在人机界面从文字到图像的飞跃。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以前呢经常讲说，写程序就像拨开关，写一句呢就是拨一个开关，然后你一个程序可能是几百万个开关。界面呢也是这样，就是当你要控制一件事儿的时候，你可以做一按钮；当你需要控制一堆复杂的事情，需要100万个按钮的时候，你还是回一个对话框跟他说算了。这个反正就是我们它是一个今天平衡。说起来吧。对，我们今天说起来，其实你现在可以叫有3种用户界面，第一种是CLI，第二个是 GUI，第三个就是这种 Talk Box 这种模式，对吧？这3个你都会找到某一些应用，它在某一个领域最合适。对，未来会不会完全统一也说不好。其实可能有点像微信，你知道吗？就是都是在对话，但是它这个对话框遇到不同的东西，它可能显示就不一样了，是吧？就那种微信小程序啊或者什么的。是就是它有点像一个多媒体的对话界面，它也不能纯对话，对吧？反正我觉得这个用户界面这个事儿没有必要宣布下一代就一定是什么，我们也没有机会去做操作系统嘛，对不对？对。我们就看哪个方便哪个用就完了，就先这样就好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OK，我觉得今天这个网实在是不行，然后我回头去研究一下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估计可能我需要重启计算机，还是叫什么？因为我今天这2天在倒腾节点，所以有可能是节点让我给倒腾乱了。你这儿多少人在线？ 190，嗯，对吧？你下次你要把你的用户贡献出来。我在微博，我在推特专门转了呀，不是啊，你专门这个怎么转了我头像。老听不懂呢？跟你说了半天你就听不懂。这个功能，你知道我这个工具在油管是吗？在这个工具是可以两边串的，就2个人可以同时直播。我知道，但是我这不是半拉才进来的吗？乱七八糟的，就是老是这有什么关我系啊？上不是发过一回嘛，就聊了一半儿的，怪乱的。其实没事儿，就是你进来以后呢，这个至少广告费是有的，对吧？你聊一会儿就挣个10几美金，对吧？你跟钱过不去啊，对吧？咱不我说别的，总觉得太你跟钱过不去吗？我总觉得然后我太乱了。现在的所有直播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你比如说直播时间挣10美金，然后直播之后的回放呢还能再挣60、70美金，嗯，这个我觉得没问题。其实这个是对吧？这样，就是说，你说那个有点像，你知道像抖音的那个直播，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是主持人，我是对啊，接进来的。现在其实我也是接进来的，但是现在好像就是咱俩差不多一样，就是抖音就是我就对啊，缩在一个角儿，你知道吗？对吧？一个角儿你可以接4、5个人那种，而且这个人也不需要是创作者，就是去油管在产品上还是没有抖音他们会玩，说实话。对。就这个功能完全可以做，对吧？就是你用那你油管，就是你就别讲功能了，这下回呢，你就进来就自己把自己的这个直播挂上就完事儿了，对吧？然后我就主要找这个觉得你这个话题太差了，就是这有什么关系？闲聊的话题不想发出去，就是咱们我也没什么。觉得你这太矫情了。你像我这个里头经我主要是常干这种闲聊话题，像我每个礼拜天中药盒不是叫你天天大郎在发，该吃药，不是你天天在发，所以你偶尔发一个就是扯淡的。我这好久不发，然后大家一看，我操，你这么久不发，然后发一个扯淡的，就觉得我太扯淡了，你懂我意思？吧？这是你这个这心理东西是这样，就是压力不一样。你经常扯淡呢，你就天天发了，嗯，你这个包袱就放下了，就没有这个叫做什么明星光环，就没有这个门槛了，我就放下了。不是这个问题，我主要是不想给他们一种感觉，好像我这糊弄他们来了，你知道？那倒就本来已经很不是，糊弄了，就是再糊弄了，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我这就是天天糊弄。我刚才不就是正好跟你聊了半拉，所以我才进来了嘛，就聊了几句，所以我才进来的嘛，对吧？
这个明天直播还有吗？有，明天晚上8点是这个叫什么老范读评。不是我你现在是天天直播了变成？没有，我是周嗯，三、周五直播，周三是老范读评，周五呢我会讲这不是周两个故事。二吗？关键是，然后呢，周日呢是装药盒的时候没事儿我就直播，等于让大家看着对啊，我怎么装，然后吃哪些药，然后其他的时候呢就是想直播就直播，其他的时候不是不发预告，不发任何东西，就是今突然直播。天不是那种日常直播啊，今天忽然直播，对，我经常会干这种突然直播，比如说我到日本了，然后嗯，坐在机场里等人来接我的时候，我就举起手机来直播一会儿吧，然后就这样的。你是比较那什么的，嗯对吧？然后我在日本拉了25个线下的观众啊，就是嗯，观众嘛，到东京来看我。我说来，这个你们不适宜出镜的向后坐，适宜出镜的向前坐，然后把摄那个像机你们也直往下一支，播了是吧？直播开始。对，然后呢，一帮人还等我们下午直播，然后人家下午说能不能不要直播了，我们说点可以说的话。我说行吧，那下午就不直播了。然后一帮人等了一下午。其实我倒想想，我那次是有点想跟你直播一什么？我觉得我们俩再加上 Jeff，我们好好聊聊这个中国汽车那个事儿，你敢不敢聊？可以啊，没问题啊。其实我还是觉得有一定问题，当然我也觉得，是达到了某种程度了，对吧？这个我都很承认，因为我确实是听了你那一期节目，就是你说那个是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也是讲这个弯事儿，道超车了。汽车对弯道超车那一集，我觉得，对你说做的成功的部分是有的，但是现在对这个格局吧，它也有它的问题，也有它的问题。就是说难听点儿的，就是人家本来说要跟你玩这个经济冷战，对吧？然是。后你现在说我在汽车上要碾压你，那就等于说人家那还不玩经济冷战，那就玩呗，那冷战那就不买你车了，就这理由就有了。就本来他这大家个谈合作的时候还可以说不买，他的理由呢，其实也挺双标的，因为他的理由呢是说，我们在嗯，建车厂的时候呢，给这个车厂做了大量的补贴，就生产端补贴，对所以呢，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因为从对，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是鼓励自由竞争嘛。但是你对，想这个，在中国谁拿补贴拿的最多？妈特斯拉拿的最多呀！他妈建工厂完全是上海人给的地给的钱，所有东西都是上海人给的，对吧？建起工厂来，然后造出车来。不是你如果是这么说是可以的，但是其实他这个补贴指的还不是这一件事儿，不是说车厂的问题。比方说这个工资水平，然后那个这就是不，秦晖，就是这个他们是头两个王者，不会讲的，这个他们其实不不在意。是讲他们是讲的，不是不在意，是很在意，因为你就这这么想，你到个才是印度去造 iPhone，你到越南去造 iPhone，他们工资就高吗？他现在讲的不正当竞争或者叫产能过剩，是他们讲的就是是你给补是这样的，贴给的。不，这个你是把那个补贴想简单了，它那个倾销和补贴讲的不光是这个，这个是其中一部分，就是低劳动力成本或者叫低人权优势这个事儿，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就是嗯，至少在西方来说是很大的一件事儿，是。因为原因很简单，就是说这个就是当时美国在搞那个全球化的时候，反对的人其实已经就是现在很多人说，哎，你美国不是搞全球化吗？你们当年怎么不知道这些事情啊？扯淡！美国当年搞全球化的时候，在外头抗议的那帮人早就说了这个问题了，只不过那帮人在当时是不得势的，当时他们说什么没有人在乎而已。就是这些这个想法所谓的早就有了。低人权问题呢，其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吧，嗯深印，深印呢，嗯就因为它就不是中国公司了嘛，深印现在是新加坡公司了嘛，在全世嗯界卖东西。然后呢，他就跟所有的人签协议，说那个你给我供衣服吧，然后你这个人必须要保证，比如说有五险一金，然后呢有一个这嗯个最低的一个工资标准，然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劳动需求，不能怎么去加班。然后呢，那个谁，苹果当时其实也是跟整个果链企业去签这个东西，我必须要有这个，然后还定期来检查，对吧？包括什么麦当劳、肯德基，因为原来是麦当劳还是肯德基出过是，那个什么监狱的那个什么劳改的那个东西做的那对，个小礼品吧，我忘了是谁家了，所以他们后来就特别不是注意这个事儿。不是不是只有一家，所有的都出过。
就比方说都住过。买一件衣服底下写着我是个监狱的犯人，你赶紧救我出来什么之类的这种话都有过。就是那这是在个什么阿哪儿住啊？迪达斯、耐克都有过。阿迪达斯、耐克，这我还都有过。不知道。那个就嗯，是因为我们的监狱不是那个劳教系统，不是有一个叫就是创收或者什么的那个嘛？不，咱叫我们也是公劳动改造，开的。咱们叫劳动改不是，造。就是劳动改造里头有一个部分是他是把这东西卖出去的，然后或者是，接外包的这个部分，这个我们是对对对，叫做是怎么说？我们这叫模范监狱。不仅是是是。是让他们让那怎么还能学了技能，但是那西方人一看你怎么强迫他劳动呢？他只是被关起来而已，怎么对就大家对对对对。思维方式的问题吗？但是在这一块上来说呢，我觉得中国人已经就嗯至少跟果链、跟特斯拉链、跟嗯。这个深印这么多厂都打过交道以后呢，其实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我们肯定比越南人和印度人糊弄这事儿糊弄得更好。不是糊弄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本来我想人多了再说，反正其实问题出在这儿，就是出在这个卷的这个问题上。我谈的其实还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美国和欧洲它的问题是已经伤它的国本了嘛？就是他们之前你可以说，他们有一些东西是担心你崛起，现在有些东西他们是担心你要颠覆。比方说德国就是个例子，德国现在嗯所谓的德国模式，它就是汽车嘛，它就是嗯汽车嘛，汽车是为主的。如果按照现在大家说的，中国汽车尤其是电动车是大趋势的话，把德国汽车打的牙都没了，那德国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没了。就是对美国、嗯德国和欧洲来说，如果你在小商品，比方说你在卖衣服上，那对他们经济已经有影响了，对吧？如果是汽车这个级别，那可能就是另一个影响，那么就有可能形成一种什么模式呢？就是说以前我觉得你是敌人权优势，我跟你抱怨抱怨什么之类的，现在我就干脆，你如果玩敌人权优势，你就是敌人权优势的这帮国家，你们搞嗯，一套自己的经济模式，比方我们的内循环其实也是这个东西。我们的所谓内循环或者叫国际国外大循环，说的就是认可我们这套价值观的这些外循环，比方说俄罗斯啊、什么伊拉克啊、伊朗啊这些东西，对吧？美国他说的其实也这个供应链安全，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当然，你说印度可能比我们工厂还工资还低，但是至少它价值观上冲突还少一点嘛，至少目前还没打起来嘛。现在你看这几件事情，他们揉在一起，就在构建两大循环体系。如果这两大循环体系真的出来了，这可能真的是个问题。为什么呢？是因为欧洲、美国如果真的和欧美德吧，比方说，当然德国有一点两边跑的原因，是因为德国的出口也在中国，但德国嗯，你德国自己在中国出口也很多，但是问题是，如果到了中国完全只向德国出口，德国出不到中国的时候，那么整个欧洲、德国、法国他们都和美国联系在一起，那我们就出了一个大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产能是给全世界设计的，我们卷出来这个能力是给嗯，全世界设计的，这个体量的。如果我们只在这些俄罗斯、一个广州、一个广东的级别，伊拉克、伊朗这个级别的里头，就有点像那天咱俩是聊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就是华为就不好卖了。你那个什么波导之类的，你卖非洲那种产品当然没问题，就是你的高端产品就完全没有了，因为你的高端用户是在欧美，你的低端用户在俄罗斯是没问题的。这个其实这个是个挺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话题呢，我觉得这样，你去约一下 Jeff 的时间，咱们可对，以好好我觉得，聊一次。而且你刚才讲那些东西，其实我是不认可的，因为我是去过“一带一路”国家的，我去过南非，然后呢，我也在南非当地的中国驻非洲基金，然后跟他们做过访谈，所以他这个其实对，跟什么价值观跟什么东西屁关系没有。不，当然有，只不过你说的价值观和就是你刚才举的例子都是浅层次的，这都是小问题，就是都是小事儿。就是比方说这个有没有这个什么什么血汗工厂，还不是核心价值观问题。就是今天要论价值观的问题，就不是这些事儿了，是说你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场战里头，你站哪边？你在那个伊朗和以色列的仗里头，你在站哪边？是这种问题了，就比刚才那个要大了，问题要大了，你知道？现在是站队的问题，现在有可能是
军事战队和经济战队的一次重新集结，有点像美苏那一次，有点像美苏那一次。就是以前大家可能会认为中国达不到苏联那个级别，就是跟美国争霸嘛。但如果你说你的汽车，假设我们真的认为中国的汽车已经独步天下了，或者说未来的趋势是独步天下的话，那么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就有可能达到说你就是跟苏联当年是一个级别的威胁的那个认知了，就是至少以前是达不到的，以前是认为你比较强，对吧？或者像我们的小粉红说的，我们已经早就超过美国了，对吧？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超英赶美。对，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从来不认为就说中国是一个有这个统一意志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包括任何一个国家，我都不认为它是有统一意志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每一个人呢有自己的诉求和夙愿。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呢，其实不是说我要站哪一队或者什么的。我们想要第一啊，这个稳定啊，我们要稳定，然后呢要发展，要钱啊，我要钱的时候你不要去拦着我，我要买的时候你要让我买，我要卖的时候你要让我卖。这个其实我们要的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不要去跟我讲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这个我的东西一律不许说，然后这个你的东西我少说就说，对吧？啊，你这个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你说的是另一个层次。其他的我们就没法说了嘛，其他的我们就没法讲了。你说的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我其实是比较担心，就是中国的汽车，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这种所谓的优势已经形成了，那么有可能就会形成欧美对中国更大的威胁论，或者叫做供应链安全的这个警惕嘛。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苗头了，就是欧洲已经开始有说法，要不要进中国的车，对吧？这个你也知道，欧盟有这个法案了，美国也有这说法了，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说，所谓的今天的优势，它是一个短期优势，它有可能不会成为一个优势，也许未来就不是优势了。这两种可能性，我现在没有说它一定哪一个一定是占优的，但是它各有各的隐忧吧，就我是这个意思。对，其实我一直觉得供应链安全这个事儿呢，其实最大的坏人啊，还不是咱们，最大的坏人是特朗普。就为什么呢？你比如说，荷兰阿斯麦造光刻机，美国人为什么没觉得这有供应链安全问题呢？那我随时卖你就卖给我，对吧？它不是什么大毛病。这个，但是特朗普说，哎，这东西我不卖给你，那东西我不卖给你，这我要加税，那我要加税，这个东西封了，那个东西封了。那到咱这儿呢，你封我这个，我就封你那个，对吧？然后这个，你不卖给我这个芯片，我就不卖给你稀土啊，你不卖给我这个，我就不卖你那个。而且呢，咱们把那澳大利亚还整得很惨。这个，而且澳大利亚最后实际上倒霉的都是中国人，就是一开始说我们买澳大利亚的牛肉，买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买澳大利亚所有这些东西，然后就中国大量的人跑去买这个农场，买什么葡萄酒庄，然后最后说我不买了，然后这帮人最后很惨，我刚才日子过的。然后呢，最后就说你这不行啊，你这个每次出点什么事儿，只要不认同，你就直接挥舞大棒。那么这个呢，最后演变出来的这个东西叫供应链安全，对吧？我们是随时有可能撕毁协议，不跟你做这个生意的。但是第一个撕毁协议的不是咱们，第一个撕毁协议的是川普。我觉得川普倒没那么严重，就川普他那些所谓的川普的政策，就是你说的，你进我这个，我进你那个嘛，就是你还可以对等玩一玩。实际上，真正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是拜登以后的这种，就是看上去并不猛烈，并不像川普那样说进就进了，但实际上他是，就比方说我说你苹果就不要卖给中国 iPhone 了，这种话其实没有用的，那苹果也不干，对吧？但是拜登的说法就是你苹果必须得在中国以外必须得有自己的一定量的这个供应链基地，这实际上才中国的产能转移走了。这个我觉得苹果自己也有这种想法，因为他也害怕说哪天，因为苹果呢，其实苹果一直有这个想法，苹果在奥巴马的时候就已经把有些线儿拿回去了，只是没成功。那没成功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合算嘛。但是到了拜登这会儿的时候，就是合不合算，我都得往印度，都得往墨西哥那马拿了。他是这样的一个。他是这样啊，这个川普跟咱们之间呢，就是你进我这个，我进你那个，对吧？但是呢，川普有一点比较好是什么呢？
叫美国继续伟大，他不跟别人一块玩，对吧？他就自己玩自己的。然后拜登说不，我说咱们一块玩啊，这个我进了，您们耶蒂进，这事儿是很讨厌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拜登的玩法更像新冷战嘛，就更像一个格局嘛，更像一个然后呢，一个体系。苹果和那个包括特斯拉，其实现在也在跑。就是特斯拉这一次裁员，其实主要裁的是中国，然后要往国外搬。然后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苹果在疫情期间，这个郑州富士康工厂直接停工，然后闹事儿，然后最后闹得非常的没法看。然后特斯拉在疫情期间也是勒令停工，然后呢，因为上海封城了嘛，封城完了以后呢，是那个最后说特斯拉说我就要上班，就要上班怎么办？最后把那个特斯拉的工人像犯人一样关在那个里头，说你不许出来，对吧？然后你可以去上班。最后这事儿整的没法弄了，把他们吓着了，我觉得。那个我倒觉得还好，因为怎么说呢？其实你看京东啊什么的，他们知道怎么跟政府玩儿，对吧？就是你进我一个，我再来一个。对，但我倒觉得不是疫情的问题，还是整个大的问题，就是不这个疫情呢，算是告诉他们说，哎，最坏会变成这样，就是你现在呢亏点钱，你得忍，你得搬，对吧？他这以前大家为什么不愿意搬啊？亏钱嘛，就像你说的，这事不划算，对吧？那么现在说啊，这个原来我留在这里，除了这个挣钱之外，还有可能被封场，对吧？这个事儿是很吓人的，所以他们就搬吧，就是亏点钱亏吧。我觉得不是，我觉得疫情是有影响，但没那么大，还是整个格局的问题，就包括 TikTok 这个事儿，就是对，就是没有一个事儿是单独的。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从整个政治格局上的影响，对特斯拉对苹果的影响更大一点，就是更大一点，我认为是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其实也宣传了2、3年这个，哎，你比如特斯拉，哎，你们那儿有什么地儿不让特斯拉进没？在天津？可能国企都在搞这种事儿，但是我是没见着，因为我也不怎么进国企。对，你这北京也是很多大国企，什么那个政府机构，特斯拉是不让进院了。头2天刚才是有一个叫什么重庆还是哪儿出了一个什么新的说法，是特斯拉不让干什么来着？就是最近的有一个，我忘了具体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好像是上高速还是什么？就是不是有一个政府的 app 不再提供 iOS 版了，只有安卓版了。啊，重庆的一个事儿，最近重庆有一个，好像是财税方面的 app。好吧。企业可能要用的。突发以色列遭到袭击，这个以色列又遭到袭击了，那来呗，那能咋办呢？杨峰约架周鸿祎，杨峰是谁啊？你听说过没？这都不知道什么人了，估计。对啊，我还想去呢。算了，还是求生欲强一点吧。这个跟周鸿祎还是骂不赢的。不要跟周鸿祎搞，周鸿祎是。今天有人在说周鸿祎一个八卦，我就想说，这个有的人八卦是不好说的，说多了很危险。有的人可以说。雷军就是我简单点说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汽车这个事儿，如果你真的独步天下了，可能你就会真的遭到美国和欧洲的围堵，对吧？现在有这个态势了，就是有这个态势了。我觉得呢，这个核心还是那个话，就是供应链安全，就是你只要东西在这儿，他就觉得不安全，对吧？那么既然不安全呢，他就一定要再留一份。但是你留一份呢，如果中国自己这个电动车又这么强，导致它在本土留这一份电动车生产的过程，意思就是如果说德国的电动车很好，所以那你中国就算出口点我也不怕，我也不怕你把我挤垮了，对吧？就是，但如果说我觉得德国的电动车不行，你中国的出口太猛了，欧洲有一半的电动车都是中国的，那我就很担心，万一打起来了或者怎么了，这个对吧？这个供应链安全就出问题了。这个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是谁？就是索尼。索尼呢，就是原来它其实啥都造，
后来呢，就退下来以后，就是说，哎，我大概索尼现在大概就是相机、电视、游戏机，就造这3样东西。然后剩下的东西呢，就大量的配件都是他造的，什么 CMOS 啊，什么屏幕对，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他造。然后呢，你比如说大家没有供应链互相卡脖子这个事儿，那其实嗯，德国人其实也无所谓，你把电动车整车造来呗，对吧？里头的比如说这个转向节或者什么轴承都是我的，然后我这玩意儿造的全世界最好，他们其实也无所谓。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哎，哪天我干点什么事儿，你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不卖给你了。这事儿那不行，我得留一套。对，现在就搞成这样。对，公链安全最早说法是这个来的，就是说，你要卡我，我就卡你嘛，对吧？你卡我，你既然我卡你，卡我了，对。那我自然觉得我的供应链不安全了嘛，就这个确实是这么来的。就如果大家的供应链都安全，其实德国人是最喜欢当这个叫隐形冠军的，包括日本人也很喜欢当隐形冠军。我为什么要造一个整车出来？我就造这个零部件最核心的，我造了，其他你自己造去。那个他妈的挣的钱又少还累，对吧？还污染，那你就拿去造吧。就是他们德国人、日本人其其实实很喜欢这种方式。这样的，你知道吗？就是我那两天正好很有意思啊，就那两天我正好刷德国之声嘛，就德国的那个嗯节目嘛，德国的节目很好玩儿，他们在可能1年前、2年前，他们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叫德国经济奇迹是怎么回事儿。就是嗯德国在2、3年前、1、2年前谈的是怎么跟中国融合，特别嗯，是怎么跟俄罗斯买了廉价的气，形成了一个德国的经济小阳是春或者是高潮嘛。结是，果呢，第一个是川普上台，然后是拜登，然后是乌克兰战争，然后对，是俄罗斯断气儿，这几件嗯事把德国打得措手不及，就是我廉价的气儿也没了。然后我跟中国的这个，它出口中国的量也下来了，就是中国的消费，现在大家都买电车嘛，所以嗯所以你知道这个事儿，但是这事儿搞笑在哪儿呢？在德国人研究德国奇迹，还有美国人研究德国奇迹那2年呢，中国由于零八次贷、09次贷那个事儿完了以后，中国也把学习的方向转向了德国。以前中国我们实际上跟德国就很多事情，对对对对对，有一对，我们以段时间。前是美国模式，就变成德国模式。但现在好了，我们的老师出问题了，你知道，我们老师发现他的经济要出事儿了，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的问题又变成，你知道，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你知道，我们又该想该学谁了。原来学美国，结果美国次贷了，美国次贷我们就学德国，因为觉得德国这种教育也不需要大家都是大学，工科制造业人更多，这个听起来很美好，对吧？也不需要大家是学历这么高，然后呢，嗯，对吧？就是按照那个某人的说法，就是什么什么斯巴达，你知道吗？就是那套玩法。这个但实际上，其实是这样。这嗯，个这怎么说呢？就是美国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国家，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比如美日韩韩我不管，韩不太了解，就是比较起来呢，美国是一个小政府，就是他的政府管的事儿很少，就是你下边自己去折腾去，而德国对，属于那种他妈的，就是政府基本上事无巨细，你包括到日本，其实政府也是事无巨细，全都管，收好多税，收完了以后，然后他妈的这个各种补贴各种管，然后那个每一件事情我都来在这儿进个指标，那儿进个指标，然后怎么样，都搞成这样，对吧？这个咱们呢，其实我倒觉得次贷危机是一个方向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属于天生大政府，就是我们就是啥都要管，那么就一定要找一个啥都要管的人去学去，我不可能跟美国学小政府，因为你再怎么你说的有道理。德国政府出毛病，它还是大政府，而且我们的政府比它还大，只是可能运转的效率和这个什么上稍微的也差那么一丢嗯，丢。我倒觉得这是表面问题，就是说，不管是学历的问题，就是这个制造业为主啊，或者让制造业立国，还是这个你说大政府的问题，其实是小问题，其实是经济增长点的寻找的问题。就我们现在走这个所谓的工业斯巴达或者叫工业模式的很大原因，或者结果就是现在你觉得中国制造业越来越强，或者大家都在天天喊着中国这制造，对吧？个但其实是这个不是，不，这个但这个怎么说呢？事儿它有，不是你听我讲，但这个事儿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它是一个内需大国，然后如果美国嗯这种内需大国是你的出口方，就是你的出口目的地，嗯那么你这套制造业大国的玩法其实真的是跟美国很搭的。
现在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一旦失去了美国这样的内需大国，全世界就是说难听点的，就是从内需来讲，美国人能占全世界一半，另一半才是全世界。就是如果你彻底失去了美欧这种出口目的地的话，就真的是没有谁能把你的出口产品咱们呢全用完。就是前面就是咱们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以市场为驱动，就是你买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对吧？甚至我们还造了一些很奇葩的奇迹出来，比如有人要买鱼子酱，然后呢，我们就想办法人工繁育，然后把那个东西叫鲟鱼，然后就可以把鱼子酱造出来。因为鱼子酱最早是伊朗产的，就是原产是伊朗，然后中国最后就把这研究明白了，说我们可以造鱼子酱。然后日本人说我要吃鳗鱼，那这个以前鳗鱼都是野生的，中国人说我研究研究，哎，养活了，对吧？现在日本都偷偷的进口中国鳗鱼，然后回去说这是日本原产的，还有人他妈造假被抓住嘛。然后这个后来呢，咱们想去学德国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跑偏了。跑偏在哪儿呢？就是什么专精特新啊，什么这个小巨人企业呀，什么搞这种东西，它不是以销售，不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而是说啊，我要替代，我要去做很多这个从道轮子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妈的纯的社会浪费。我倒不是你这个感觉，我觉得就是中国这种大国，如果他学美国，他分配就是 GDP 的分配偏向于这个制造，就是偏向于劳动者吧，就是实际上美国它有点藏富于民的意思。就是说，它的 GDP 分配里是比中国实际上是要更多的分配给劳动者的，所以说美国人并不穷，虽然有穷人，但是美国整体来说是富的，所以它内需可以做发动。我们因为内需不能做发动，所以像你刚才讲那几个例子，比方鲟鱼子酱啊，就是比方说这个三文鱼啊，这个安定性都不是给中国人设计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想富，他想到的所有的赚钱快的来路，都是怎么去满足于外面的人，而不是自己人，因为自己人的消费能力始终提不起来。就像今天我们在推特里面聊了一个问题，这个新疆三文鱼好多都是咱们吃的。不，他也是想出口，但是目的都是想出口。但我就讲完这个事儿，就是说他讲了一个例子，我也一直感慨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从改开开始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绝对是一点一点的提升的。是啊。但到了最近这几年，为什么我们在聊消费降级呢？就是中国以前就不包括我今天说这个消费升级降级的时候，我的一个老朋友可能你也认识，蒙小蛇就说了，说日本的这些这个卫浴哈，你不要觉得它多好，它的这个陶瓷都是搪瓷做的，都是唐山陶瓷做的。我说问题不在于生产，你打90年代，阿迪达斯、耐克呀，各种各样的国外的这个衣服的品牌，它都在中国生产，对吧？但是问题是，我们在中国市场现在有个话术，就说我以前是出口阿迪达斯的，我是给谁谁做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内销和外销的东西绝对不是一样东西，所以问题不在于生产能力，你懂我的意思吧？问题不在于生产能力，就是中国今天做的有些东西，它是给老外做的，就像诗音一样，就说诗音它为什么？就是你听起来好像我们不是最近跟美国关系不好吗？我们不是跟美国打架吗？为什么诗音是卖到美国去？为什么诗音或者我们听到一个中国的这个快消品牌，它不是在俄罗斯卖呢？很简单，对诗音来说，对你来说，对我来说，我们想创业，我们还是觉得美国是个好市场啊，美国就能把诗音做成个大品牌啊。我们今天要瞄着俄罗斯，我能把这个快消做大吗？做不大的呀。所以问题就出在看国内的市场还是稍微的这个，因为你自己可能消费的也不是很多，就包括我自己消费的其实也不是很多。但是呢，在创投圈里面呢，在大概是2年前吧。我说的不是说国内没有消费，我说的不是国内没有消费啊。你说不要着急啊，这个东西这样，就是在国内呢有一个新的创投赛道，叫什么呢？叫新消费。新消费是什么呢？就本来希望走一波这个消费升级，然后比如像猪血糕，像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呢，要去卷，就是把国外的这个品牌干掉。因为原来我们说，比如卖的一个 iPhone 啊，这个 iPhone 里头呢，可能中国人挣的钱是很少的，然后这个设计的钱很多，然后品牌的钱很多，后头服务的钱很多。
然后中国想卷新消费了呢，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东西再做回来啊，我们不能让美国人来定义什么叫牌子，不能让欧洲人定义什么叫牌子，我们要自己对，定义没错，新品牌。然后定义的过程中呢，就搞了很多什么东西呢？叫支持国货，然后对民族品牌，然后这个对民族精神，搞了一堆这玩意儿。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把很多这种我们管它叫时尚雕花儿，对吧？像那个钟薛高就是雕的可漂亮了那个雪糕，对吧？把这种对，东西呢拿出来去卖，然后呢，把很多的底层的东西，其实雪糕这个东西绝大部分人是吃不出好坏来的，因为对，冰的嘛。然后就搞了一些这样的东西，就是我们说，哎，既然发现了做新零售啊，做新的品牌运营，做国货、做国潮这条路走得通，嗯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再追求底层质量了呢？它等于走偏了，走嗯到另外一边去了。然后走到另外一边以后呢，导致什么？国外人说，哎，我不管你是什么牌子，我只管要产品，我给你定技术指标，然后你给我出来。然后另外一波就是说，哎，我只管叫钟薛高，然后史上雕花对，给你做了一特漂亮，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等于走了两条路。但是走两条路以后呢，经过疫情了以后，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嗯家没有消费信心了。就是消费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跟有钱没钱是没关系的。像美国人天天嗯借钱，他也消费，咱们他妈天天往银行里存钱，咱就不消费。然后这个东西跟有钱没钱有关系，但没有那么大关系。但是我们现在把消费信心搞废了，搞废了以后呢，说那甭费劲了啊，就甭新消费了，咱们重新走性价比，等于又消费降回去了，等于我们又把新消费这帮人给干死了。他们大概新消费的项目到去年就死的差不多了。你说的这个，在我看来，它是一个表面现象，就是实际上，你说的我都同意啊，就是说这个新消费里头，它其实是，你叫时尚雕花也好，叫什么也好，就是它实际上就是通过包装，让你以为一个明明是低级消费产品，它是一个升级换代的，甚至牛逼的国潮嘛，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我的意思，我讲的其实不是这种浅层次的，我讲的是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就是改开的前期，因为我们的底子太薄了嘛，我们的起点太低了，所以美国那边所谓的就是分了你1%的利润，让你做一件衣服，我们的生活水平都是直线上升的，对吧？因为我们以前太穷了嘛。但是到了08次贷危机、09次贷危机以后，因为我们变成了这个所谓的叫投资拉动为主，以前是出口拉动为主，以后投资拉动为主以后，实际上可能因为房价的上升，掩盖了收入的提升的变缓，因为很多人的房子涨了，特别对，是说句难听的，你不一定是高薪阶层，但是你买房买的早，你就觉得我在北京有一套上千万的房子，所以你工资涨没资涨，其实你产上去了，没有那么，对你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在那个阶段，当然大家都很有信心，但实际上因为这种所谓的投资拉动，它的钱真正大头还是进了房地产商、政府、房产销售，而不是进了真正的劳动者嘛，就是盖房子的人，嗯，挣的最少的那波人，对吧？就是他分配还到这个是这些呢。真正的产业流程或者工薪流程，它其实很少的。然后等到房价开始跌了，这个时候消费信心当然就消失了，因为我本来还有一个虽然我挣钱少，但是我们家房子值1000万的梦想，现在我一看，我操，我这房子只值800万了，虽然也不少，但是不敢卖啊。原来1000万还敢卖，现在800还卖不掉，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但是个我觉涨的得这些，肯定是大家都有信心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核心问题还都不是这些问题，核心问题就是说，我们本来有机会变成一个美式国家，就是或者往没有，美式国家这从来没有过。个发展。不是，你听我讲，就是说我们按照正常的经济学的逻辑，就是内需拉动的三驾马是，车嘛，内需也要达到一定程度，但是我们已经错过了内需，就是正常的内需增长的路径。本来我们在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我们如果把分配提升了，我们在这个阶段内需其实是拉得动的。现在我们还是要出口，但出口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跟这些出口的，就是奢侈国家吧，美欧这种国家真正闹僵了，我们只能出口给俄罗斯的话，那我们的产业就要遭大的没了。就是你再先进，嗯，如果美欧都进了你的电动车，你就说我的电动车独步天下，那俄罗斯能买你多少车？这就是一个实质的问题。俄罗斯的人口数量，俄罗斯的这个经济水平，就决定了他买你电动车全买能买多少辆。你自己的市场能消费起什么样的电动车？这就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卷的能力是很强，对吧？这个没错的。我们生产一个东西很便宜，美国那边的工资那么高，欧洲的工资那么高，它当然不能这么便宜。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便宜，你这个低人权，这个低人权指的还不是说血汗工厂这工资低也算低人权，或者说加班这都算嘛。就是你这个低人权优势达到一定程度了，把美国和欧洲吓着了，说我如果跟你继续合作，我们的人也得把工资降到这个水平，那谁也上不了台。就川普还是说袖带把它拖上去，如果美国全袖带，那对吧？那美国哪个总统能上得了台？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美国哪个总统说我们要跟中国一样玩竞争，大家只要把工资拉低了，大家跟中国人的工资一样，我们美国的制造业就能打过中国。谁敢说这种话？说这话就下台。那么在那个时间点，中国的制造业就会被美国和欧洲彻底给挡在外面。那么这时候你如果是个小循环，你更养不起你现在这个全球。就是你说的很对的一点，也是我很承认的一点，就是中国今天的这个能力，包括什么三文鱼啊，什么这个鱼子酱啊，就中国人特别想致富，中国人特别有冲劲儿，这是真的，这是绝对是真的，这个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你的内部市场就这么小，你的内需市场就这么小，对啊，对吧？你的内需它很多高档的东西都不吃，它都用不起，那么你只能出去，你出去又跟他们闹翻了，这就是今天的困境。所以说句难听的，我写个程序，我就想，老范啊，我们这生成全文的这个东西，一个月要你$3行不行？老范说不行，我直接去找那 Grok， 然后他免费的给我跑那个什么什么模型，对吧？Llama 3，对吧？那美国人不是，美国人我一个 app， 我他妈$300一个月都有人买，对吧？一个 SEO 软件$300、$1000，一个视频剪辑软件几千美金，无所谓了。那 Grok 也是美国的。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优秀企业，石英也好，谁也好，他为什么都想往美国去啊？美国那边说难听点，人傻钱多嘛，大家都知道那是好市场啊，都他妈知道那是内需大市场啊，谁不想赚美国人钱啊？但是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内需不畅嘛。我们内需如果我们内需很旺盛的话，我们干嘛不做内需呢？对不对？你为什么非要把衣服卖给美国人呢？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来着，说要提振内需，然后内循环，好像是2022年开始提的吧，我记得。所有的内循环的说法、内需的说法，都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信心，一个是钱，实际手里的钱和信心，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问题。22年，我记得应该是22年，好像是22年开始。我就跟你讲一个简单的，我每次一说这个分配的时候，大家以为说的是工资，其实很简单，医保就是分配，就是中国人有多少人的医保是那种得什么病都不怕的医保，中国有无数的人是那种得了什么病就跳楼的医保。这农民现在动不动就说政府说了，农民全有医保了，全有新农合了，那为什么他得了病得了个癌症要跳楼呢？他那个医保有啊，但他能解决他的癌症吗？解决不了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嘛。就这么个意思，就是这个分配这个事儿不是简单的说工资，对吧？这不是简单的说工资的。这个呢，整个分配这件事儿呢，其实这样，就是呢，也是两条路。一条路呢，像美国那样，就是呢，我们就不管你了，你自己去努力去。一条路呢，就是走欧洲那样，咱们就是他妈的全管，或者跟日本似的，我们全管，全发福利，全他妈搞定。我们呢收了足够多的税，然后呢，这个政府也足够有钱，但是呢，又想说我不管。对，就是我们收的是大政府的税，我们做的是小政府的服务。这就是林辉说的嘛，你是两边都挑了一个最舒服的，都最有利于政府的。然后西方那边选举的时候，两边都想挑一个有利于人民的。谁说收税我就不选他，谁说不提供服务我就不选。就是他人民毕竟有票嘛，你说了不利于他选不上啊。对，我就这意思啊，我就说投票的思路就是说，你最好给我收小政府的税，但给我做大政府的服务。这投票的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不是投票的管事儿，是这个是这个政府管事儿，所以政府的想法就是我要收大政府。我们是那个全过程民主啊，我们也是民主。全过程民主的逻辑就是我们要收大政府的税，做小政府的服务。对，就是这意思。对，我们已经脱贫了，
对吧？我们已经没有贫困人口了，我们已经都把这个社保都做上了，这个还是要说清楚的。至于社保管不管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对，这个社保100年前，这个我觉得就不要想那么多这个事儿。你可能再过个不用100年，你可能再过个50年，这个人口又下降了。不是这个中国人，这个兄弟说中国人自己内循环也可以，其实中国人自己内循环可以。那个有一个叫张宏杰的老师写过一本书，叫做《饥饿的盛世》，就讲乾隆盛世的。所谓的乾隆盛世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饿，但你说是不是盛世呢？他又十全武功，他打哪儿都能行。就是你要说只说能吃饱不饿死人，其实不饿死人在今天社会的生产力条件下不是一个很过分的要求。就是如果你要生活在一个不饿死人的社会，最低效率的内循环也做得到。说实话，做不到那真的是政治上崩溃了。比方我们文革的时候做不到，那是因为政治崩溃了。就正常社会今天饿不死人的，控制舆论，你就不会被发现，对吧？你但是饿死不会发现，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啊，就是我会看到很多的实例，然后呢，至于说分配制度这种事情呢，其实我为什么不太关心呢？因为你改变不了，就是你对这个事情是无解。不是，我谈的不是改变不改变的问题，就是说我谈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关心行业发展嘛，我们其实是想理清它的脉络。我其实并没有说我们要去改变这个东西，而是说我们在预测，就是中国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卷得这么厉害。你当然要承认它卷得很厉害，你也要承认它卷出了很多能力。我也承认电动车卷得很厉害，很牛逼，卷得马斯克都快没路可走了，这个都承认，你知道中国真正这个就是前面新消费那段时间真正卷出来的这个全世界都没有的能力是什么东西吗？那个东西叫工业4.0。这工业4.0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件衣服，比如我这件衣服，然后呢，正常比如说你要到这个阿迪达斯可能要卖500块钱啊，到600块钱。我这是李宁的啊，卖200块钱，然后呢，你卖到地摊上呢，可能是100块钱，但是这个都是什么前提呢？就是你要造一大堆。咱们现在能够做到什么？造一件50块钱，这个是全世界哪儿都搞不定，咱们搞定了。而且呢，我觉得可以按照什么呢？它就是你要任何的规范，比如说我要求比阿迪达斯的这个更厚，然后呢更透气，更这个什么用什么样的线，然后砸多少道。然后洗了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可以怎么筋膜什么这个东西，你只要提出要求来，都有人能给你做出来，而且一件起做。就是我懂你说的意思，这是靠这玩意儿。我就说，我懂你说的意思，就是适应这个确实表现出来了所谓的制造业底蕴，或者叫你说的制造业4.0也什么也好，它带来的这个竞争优势。但我想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今天有人贴了那个，就是那个著名的区头，他说了一个什么？他说：“你看，中国的制造业多牛逼。”他说：“你看这个电动马桶不是日本人发明的，对吧？”他说：“现在中国的电动马桶比日本的牛逼多了，不仅有你走过去就自动抬盖的那些，还有一种现在有个东西叫什么泡沫盾，你听说过吗？就你听说过吗？泡沫盾就是你拉屎的时候，你不是怕那个块状物体激起水花吗？”他们现在发明这东西，就是说他检测到你要拉屎了，他就给你挤一堆泡沫承托，你拉的屎就会慢慢的落下去，不会溅起来。然后还说这个泡沫盾技术已经升级到2.0了。我当时我也很惊讶，因为我虽然没有用过啊，我用过日本的，我也用过中国的，对，我没听说过这么先进的。但是有一件事，正好我前头在跟别人聊一个问题，我就说，你这个科技上，我确实没听说过日本造出这个来了哈，但是。我要买马桶，我还是想买日本的。我觉得材质好。我说这个材质是什么呢？比方说你这个马桶内壁，你这个陶瓷材质是不是滑？你这个马桶圈这个塑料是不是那种比较亲肤的塑料？它不会招细菌。你知道中国现在有些产品，就像你说的纸上雕花，它做了很多东西特别牛逼，结果就是猪血糕，对吧？它特别牛逼，它给你讲了我这加了这个加了那个，
就是它里头用的那个胶是最差的胶，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它这个马桶可能最先进了，不，呱啦呱这个啦发亮光，但是它那个塑料可能是个低质塑料，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它，我知道你想讲什么，但是呢，我要讲的是这样啊，就是中国的这个工业4.0呢，就是我们不要把造东西的跟卖东西的混在一起。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比我如说我恰好说的就是不是在造这个地方。现在的问题就是，比方说，也许日本那家公司，比方京瓷的这个生产基地也在中国，对中国的这家超级牛逼的马桶也在中国，也许都是中国造的。但问题是我为什么要买京瓷的呢？对，我为什么要买京瓷的呢？是京瓷就是说这个贴近皮肤的这个地方不能发霉，但是他在乎这个，但是这个东西你可能很多普通的中国用户看不明白，觉得你这个东西怎么没有那么闪亮的开机灯啊，对吧？就这个。我跟你讲吧，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以前做广告，它呢是这样的，就是说，中国人呢有的时候太追求这个叫什么呢？叫广告转化率。这个京瓷，比如他会追求什么呢？他会认为说，我这个就是要去做一些长期转化的东西，我不要你很短期就可以转换。你比如我在旁边装一灯啊，一闪一闪，它一定是短期转化率上升，对吧？但是而且它的成本还很低，你就别讲我讲完。然后呢，它这个比如京瓷的时候，我不要这个灯，我要这个瓷特别好，要这个不能生锈啊，不能有细菌。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对于短期转化率是没有帮助的。没错，中国人永远会选择有短期转化率的东西。我理解你说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当然你说的我也都承认啊，我这都不冲突嘛。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正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问题不出在制造水平，就是你今天说中国的某些制造水平很低，这个我们都承认，因为确实全球都在你这儿造。但问题就是说，中国市场上的，比方说吧，就像你说的，这个三文鱼我们这也能做，鱼子酱也能做，但是我们这儿，我给你讲个最简单的道理吧。我在日本，我随便吃一家饭馆，我去吃这个，就是咱们不说吃猪肉啊，这猪肉中国可能也是很牛逼的，对吧？比方我想吃蟹黄，或者我想吃个这个蟹腿就很好。我在上海呢，我也能吃得到；我在天津呢，我就惊奇的发现，我去饭馆，除了少数几家日式料理的，那蟹黄是真的，其他用的那个蟹黄可能就是掺了南瓜的那种蟹黄酱，你懂我意思吧？还不如我自己买一盒蟹黄酱。哎，对，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消费降级了以后的结果是，如果你不在乎，没问题。就比方说，举个例子，我穿个衬衣，我觉得3块钱的衬衣很好，没问题。那我去菜市场，我去哪儿买都能买到这种衬衣。但是我说我想要这种，我这件衣服，比方说已经穿了5年了，怎么洗都洗不坏的这个衣服，我3块钱真买不着。这件衣服可能很贵，对吧？比方说200块钱，但是它洗了5年都不坏。我在菜市场买那块5块的那衣服，洗3水就坏了，是吧？就我如果没这个追求，没问题。今天中国内需市场真的很好，真的很便宜，什么都有，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说的不是制造，我说的不是制造，说的不是制造。我也对这个呢，就是现在呢，就是制造跟销售实际上是完全分开的。然后销售呢会下单说，哎，我要最便宜的，但是呢，销售转化率最高的商品。然后呢，制造的就会说，我说的恰好是这件事儿，我是说的。然后呢，这个京瓷也来了，说，哎，我要这个贵一点，但是呢，这个至于怎么卖你甭管了，你给我造出来。这制造呢也能给它造出来，这工业工厂都造了，啊，这是没毛病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中国的这些消费升级的这些厂商，为什么要去买最便宜的？我现在就在说这个事儿啊，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跟你讲，不要谈制造，就是说我们都承认了，不管谁家都是中国造的，我们一直都在说的是这个市场它怎么会这样？我一直在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对，你觉得原因是什么？穷啊？我觉得不是，根本就不是穷的问题。不是，你说的任何原因，最终我们还是会解释成穷。不是，你懂我的真不是。那你说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钱今天是你的，明天不一定是你的，所以中国人呢，每一件事情都特别着急。这不叫穷，这才不叫穷呢。就是穷，哎，我今天有1块钱，明天我还是我的，那这个事儿我会愿意慢慢攒。
对吧？但是你说，哎，今天你有1块钱，明天这钱不是你的了，你有多少钱你都不敢攒，你都得要想办法把它挪到国外去，你要想办法挣快钱。这个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不会就是我们简单点从经济上描述，就是你这钱虚，就是不虚，是它不不是保护你的听我讲，就是说私有财产，就这么简单。不就叫虚嘛？就是说你觉得它是100块钱，但实际上它的价值比方是50块钱，因为它有可能不，某天突然这个跟就没了。你说那个没关系，跟你说那没关系。你，这个哎呀，你就这么想不，吧，它现你在是一这样说就百块钱，是，哪怕明天变成嗯50块钱，它还是我的，而且我的100块钱变50了，我懂你，你的我懂你100块钱也说的意思，变50了，懂你说的意思。老范，你是把问题说复杂了。我不复杂。们其实讲的很简单，不，本来这个事儿很简单，就是穷，就是这穷。个你呢，就怎么着都往你那穷上照呗。是啊，比方不是，因为你说这些东西，我们都经济学上都解释的清楚。比方说，你就这么想吧，马这个云穷嘛，你这个收入，这个许家印穷嘛，但是你又绕过去了。我们现在不是在说个体，就是我给不是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不，你听我讲完，你这个听我讲。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要是拿马云、许家印说，我们就可以把这说清楚了。就中嗯国有大概1亿左右的，在全球都有竞争力的消费群体，就是中嗯国的最富的1亿人，跟美国的相对最富嗯，的1亿人和日本相对最富的1亿人，德国最富的1亿人差不多的，这个确德实没有国一共没有没有什么1亿人，可说的。就嗯大概就这么说吧，就是说啊，这个最富的这1亿人。但10%吧，中国的问题是，剩下的13亿比这个，比方说日本的平均水平要低得多得多，比美国的平均水平要低得多得是多。就是我是，们哪怕打一个平均值，中国看着都还不错，但是问题是中国的消费主体是那13亿嗯，穷的，那行了，一亿呢？这个我那一懂你亿呢，它讲的意思了，表现成北京的房价很高，表现成上嗯，海的房价很高，但这些人不可能这就是跑到一个农村去买房是，嘛，对吧？这农就是你讲的村的房价就很穷的低。本质呗。对，就对，像我们以这我呢，前讲的嘛，我是不认可这个事情啊。就是嗯，我相信的是什么？就是你给这个穷人，啊，一个稳定的信心，你给这些富人一个稳定的信心，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心态会发生变化的。不是，你不用给他更多的钱，不是，我理解你说的意思啊，但是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经济学上讲，包括我们说养老保险，包括我们说这个就是好的医保，这都算分配里头，都是可以折成你的收入的。就是说，比方说中国今天农村，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农村人生不起病嗯，嘛，生不起病，实际上就是说是，该发给他的养老保险的这份钱就没有发嘛，或者说给他发的极低嘛，就是跟他的该拿到的是不匹配的嘛。就是很简单，就是说，就是今天中国的有些问题为什么看起来比较复杂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你单说，比方说你说，哎，中国这个工人拿了3000块钱、5000块钱工资，你掩盖了一个别人的国家说失业率的时候是以全民说的，中国说失业率的时候是以城镇居民说的，就中国失业率是不把农村算在里头的，但是对对对，实际上中国的制造业是农民给搞起来的，对吧？这个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嗯这些都是，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的我说的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直接拿人均 GDP 和人均嗯收入去做比较，或者叫就本来中国的 GDP 已经达到了美国的水平，这谁嗯嗯更高谁更低这是可以商榷，但嗯是以人数来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所以人均 GDP 中国就是美国的1/4，这个已经够低的了，对吧？所以我们嗯谈怎么变成一个发达国家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是美国的1/4的 GDP。但是你看到人均收入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人均 GDP 达到$1000的时候，人均收入比方是800，我们达到人均 GDP 1000的时候，我们的收入可能是500，所以我们嗯本来人均 GDP 就低，然后我们分给具体的人的时候又更低，这都是嗯实际的问题，这都是实际的问嗯题。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穷嘛，就是只不过这个穷表现在啊，你是养老保险不够嗯，呢，你是社保不够，还是你的教育不够，对吧？就是你比方说我你上了是一个好大学，我上了一个大学，一个农村人没上大学，那你不嗯能用一般社会的说，那就是他因为不聪明，所以没上大学。实际上不是，他在农村，所以他考高考的时候分数比咱俩都高，高了100多分，他连个普通大学都上不了。我们那个分就已经可以上一个
2本或者1本了，他连个普通大学都上不了，所以他就只能辍学去打工去了。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它本质上都是分配不均嘛，本质上都是分配不均的结果。但我的意思，我刚才讲这些分配，不是说我们哪有能力改变社会呢？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由于这样的分配不均，整体的收入水平的低下，就造成中国难以进入到内需社会，就中国只能做外向型出口社会，就是国外的消费力比我们强。的问题，这个我的意其实没有思就是说，地方分配积累的是均的，太低，你积累的太低，日本啊、欧洲啊、德国，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可能分配是相对均匀一些的。像美国其实从来不讲究分配均匀，美国讲的是自由。美国是讲究自由的，但是美国的贫富差距也没有中国这么大。现在中国人以为好像美国的贫富差距很大，其实美国的贫富差距哪有中国大呀？中国呢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呢是刚才我讲的是所有人都对未来抱有极大的恐慌啊，这是一个问题，甭管你怎么分配，它都是这样。你看那个，不是你看有个贫不能移嘛？他说本质不是穷，是对以后的日子没有信心。但是你不是也这观点吗？但是实际上，美国人所谓的这种叫什么消费，怎么说来着？那个叫做超前消费，对吧？所谓的这种信心是社会保障造就的，而社会保障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分配，本身就是一种收入，只不过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它社会保障一般是把它叫做3次分配，就是说。但是你像美国，其实美国现在医保法案过了没有？就奥巴马提了一次，后来好像被川普废了。美国医保是不行的，就是奥巴马那个方案就不行，就大家这个怨声载道。美国在医保上确实很差的。后来拜登又做了什么努力了吗？好像也没有。美国的医保是搞不定的，这个你放心好了。美国不是靠医保，但是美国社会保障是比我们好的。但是他呢，因为我是看了好多美剧，包括各种医院剧，什么新阿姆斯特丹医院什么的。美国从医院上讲跟我们是差不多的，美国在医院上跟我们比较像，但美国有一条是比中国强的，就是美国可能也出过这种案例，就是美国的医院一般不赶人，你知道吗？就是它确实收费很高，但它该急救它是急救的，就是你普通治病它可以不收你，因为你没钱，但急救它是怎么都救的。是急救是不管钱的，这个最后就好多医院是亏损嘛，就是医院亏的跟傻子似的。对。这个我最后就总结一句啊，就是我最后就总结一句，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今天的内需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在4万亿的时候，这种分配有问题。然后呢，我们在前头出口的时候，我们没法去质疑，因为那时候你穷嘛。已经是在改善了，对吧？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质疑，也不好去质疑。但是4万亿的时候，这个分配不足，然后现在也是分配不足，结果就是我们的内需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依赖于富裕的出口目的地，美国和欧洲等等。如果说我们跟美欧彻底搞翻了，我们就有可能经济崩溃到这个苏联式模式，就是说华约。它是一个内循环，华约的循环是很畅通的。那个苏联想买乌克兰的东西很容易，苏联想买这个什么捷克斯洛伐克的东西都很容易。我们当年买水压机也是买捷克斯洛伐克的，你知道吗？我们进口捷克斯洛伐克的1万吨水压机，用火车送黄金去捷克斯洛伐克，再用火车把它接回来。但是你的经济就起不来，就说难听点，一帮穷兄弟互相买互相卖，你懂我意思吧？就这个概念。这个呢是这样啊，就是第一个呢，这个咱们为什么不行这个事儿呢？反正咱俩各自有各自的看法吧。这个我的核心看法是你这个分配的问题，甭管是你我还是上面的老板都是搞不定的，所以你现在想让他重新分配起来这事儿没戏。然后呢，或者说让通过这个分配的，你跟我有一个地方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说他收的太多，管的太少，收的太多管的太少，在我这也叫一种分配。你可能不把它叫做分配问题，就是我说的分配不光是工资啊，就是说不拿这个税收去做社保也算是如此啊。另外一个事情呢是这样，就是从我现在角度上来说呢，就是如果大家对未来有一些信心，哪怕是虚假的信心，
对吧？都是可以把这个销售啊或者什么东西都拉起来，那个就是4有机会万亿的时期嘛，4万亿的时期就是虚假啊！信息嘛。不，现在其实你依然需要虚假信息，就是所有的信息你可以认为是虚假的，你还是需我要，的意思是说，只是现在弄不出来嘛。四万亿的时候大家都有信息，因为你的房子在4万涨嘛，所以你亿有还好吧？信息。我现在其实还要想办法。然后另外呢，这个关于什么呢？就是如果真的挂了，啊，如果真的比如说国外封禁了，我们是不可能退回到苏联时代的啊，退不回去的。因为呢，这个现在这些小兄弟小伙伴们也都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他不会说跟着你去买东西的，对吧？让你把所有产品倾销过去，他们不会干这个事儿。这个而且咱们现在就是我原来一直说什么，就是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计划经济的时候啊，就是从上到下的管理者是没见过钱的，他们呢相对来说还会比较稳定的把这个剩下点面包分掉，对吧？大家还能吃饱肚子。但是现在呢，从上到下的人是见过钱的，对吧？知道好日子是怎么过的。然后等他们再去分面包的时候，如果最后剩到一个面包的时候，那是真的要饿死人的，对吧？这个上海封城其实已经为我们展示了这件事情，而且我并不认为说4万亿的时候我们把它分好了就行。其实，在任何时候，你只要说，哎，我们现在再拿出一笔钱来，或者说什么的，对吧？那然后不要去搞什么基建，你真的给老百姓发一点，对吧？然后去强调一下这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啊，这个其实大家就能够有点信心，还能干点事儿。嗯。我看看是不是也差不多了，这个我已经把他估计说去上厕所了，你是不是跑去厕所了？对，是这样。你刚才说的就是我说的分配啊，就是对，说你比方说你把这个钱拿了一部分给老百姓嘛，或者是怎么着，这就是分配啊。或者你哪怕说你我刚不拿我刚出钱来给老百姓，你就是说我保证是这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完事儿了。对，这也算分配。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讲那个例子啊，其实我刚才没有谈计划经济的问题，我谈的是就是这个小循环的问题。就是小循环，循环不可我认为不是你听我说啊，小循环是有可能的。小循环和计划经济是两回事儿，就是中国现在搞我知道，现在的经济模式，但是跟小嗯，兄弟们做生意是有可能的。为什么是有可能呢？小兄弟们的工资水平比你还低，所以谈不到倾销。就是说，俄罗斯他不会说你把电动汽车不会，倾销过来，因为他就造不出来，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这个他这个事真不是这样。儿涉及到一个不是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如果要发展自己的，他才会谈说你的这个倾销影响了我发展自己，他现在自己都发展不出来，你知道吗？所以他就跟嗯，我们当年还挺高兴的，说苏联党赶紧卖点我们车给我们，我们自己生产不出来，等他自己能生产的时候才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跟你说啊，我认为小循环是很有可能最近几年就会出现的一个事儿，就是而且现在就在构建小循环嘛，就是不管是美国的我们在供应努力构建，链这个我们在努力构建，但是呢，安这个事儿呢，全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对，为什么不可能吧？因为嗯。呢，这个事情呢都是人办的，对吧？这个啊不，你说的不可能，就是我说的，就是咱俩说的是一个意思。我说的是这个东西构建出来了，经济会出问题。你说的是不可能，我的意思是构建肯定能构建出来，但经济肯定会出问题，懂吧？那你说了半天，你这不绕回来了吗？不是绕回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最后只有最经济出了后我们有结果大问，不是只有经济出了大问题，这个事儿有问题才会引起上面的重视，才会说有没有可能改变，还有可能你就这么讲吧，不改变。咱们这个，呃，为什么这个中国人经常会在巴基斯坦遇到恐怖袭击？你想过这个问题吗？那是另一个问题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一样的问题，这就是你想要构建小循环的问题，是，但是那是另一个问题，那是另一个问题，这是一样的问就是题，就就是就是所以这个东虽西它是做不然出了起来的。不不，虽然出了这些事儿，我们在媒体上说，哎呀，你看在巴基斯坦搞生意多危险，但是上面的领导说，哎呀，死2个人算个屁事儿啊，继续搞，这是不是，另一个问题，不是这样的，这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出恐怖袭击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破坏了当地人的利益。然后呢，你通过这种方式呢，想去跟当地的人去搞这个事情，因为美国咱们刚才都说它很好，对吧？
它好在哪儿？它的市场规则很规范，对吧？你出了什么事儿，人家侵害了你，有地儿告去。你到了这个巴基斯坦啊，说我这东西卖的便宜，人家卖的贵，然后你把人生意玩不废了，那人家就上来收拾你，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而且你到那儿哎呀，喊冤都没地儿喊是去。不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苏联当年就这样，你以为苏联当年在整个华约搞经济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吗？但是他苏联搞得动啊，他现在搞不动啊，问题是你现在以为谁苏联听你的呀？你以为苏联当年没有派人吗？苏联派着兵去嗯，华约国家呀，都哎，有现在呢派兵的。真搞不动。然后像那个什么，哎，一样的我记得是前啊，一段时间有一个女的吧，嗯说特别年轻，还嗯，那个什么，最后好像就是在非洲这边做慈善基金的，也不哪个富二代还是官二代搞的这么个事情，最后被曝光出来，我操有几年了这事儿好像。所以呢，我告诉你，这个小对，循环你是搞不定的。不是，包括这是我那时候在两个问南非，然后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我跟你讲的是这个事儿搞不起来，你非告诉我说搞起来以后会出事儿，然后还告诉我是两个事儿。是啊，不是因为我刚才不是讲了吗？你要是说那个搞不起来，你说的搞不起来和我说的搞出来会出事儿是一件事儿，对不对？我说这是这一个就是件事儿，就是你可能对于在某一个阶段啊，老大的报表上会好看一点儿，也就是这样的搞起来了吧。但是最呃，终这个事儿是没法整的，会搞得鸡飞狗跳的。对，这个点我们说的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方针它不会变，它会一嗯，条路走到黑，走到撞南墙，但是它这个墙肯定是要撞，而不是说看到撞的趋势它就停下来了。历史上的每件事都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指着它看这个趋势，它就不撞了吗？你只要它这个经济上不合理，它就不撞了吗？它不是这样好吧，的呀。这个我们可能还是格局不够吧，对吧？然后这个嗯也挺晚了，咱俩就而且今天的网一直不好。哎，你们现在看我嗯，还卡吗？这个问问粉丝观众们，好像只有你卡，这都是就是看你那个，我你一般不，看着我的画面卡吗？我看你画面也偶尔也会卡。就基本上还能看，声音也还是对的，是吧？声音没问题，声音一直都没问题，就是有点卡。还行，还可以啊，这个好吧。下次拎着那个谁呗，下次拎着那个 Jeff 呗，我觉得吵架是最有意思的。啊，不，倒不是吵架。我其实觉得，我刚才跟你聊，我觉得我的意思是，其实嗯，我是想分析点有用的。你老是在跟我觉得结论正不正确，其实不是结咱俩说的论正不正确，结论，不是你听我说完。我的意思是，这咱俩的结论，个你咱俩的结听我讲啊，论是什么？其实我不在乎，我所其实不在乎谓结论。你觉得什么是有用的？对，我就要说这个事儿。我的意思是说，我其实是想在聊的过程中，更好的理解到底今天的中国的这些电动车，他其们做到实什么水平了。但至是于你说我说的这个，这个循环不循环的这个事儿能不能成立，其实这个不是重点。就是没意义。我的意思是说，对，我的意思是说，它成和不成，我有两嗯，套思维方式去理解它带来的好处或者坏处。就我担心它的坏处是，你如果真牛逼了，把美国干翻了，美国就直接把你禁了，对吧？就是现在不是有这个新闻嘛？是至于至于到底是不是禁，那这个事儿其实反而没关系，因为到底禁不禁这事儿我们定不了，对吧？这是美国人的事儿，就是我们就算认为他一定会禁，但是他禁不禁也得等美国发新闻嘛。就是我们几年前就啊，说 TikTok 搞太猛了，可能会被美国人禁，对吧？这话大家都说过，对不对？但是美国到底禁不禁呢？这事儿你不得等美国议会下结论嘛，对吧？咱们也不能替这他下结论嘛，个对吧？就这个意思。对于我来说呢，有用的事儿呢不是这个，有用的事儿是什么呢？是能干点啥，对吧？这个你比干点如说，啥？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像刚才另一个我讲了，对吧？既然工业4.0已经把整个的供应链搞得这么牛逼了，那么剩下的事情呢，叫品牌塑造以及新零售可以在国外去搞。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在干这个事情，他们在 TikTok 上再重新塑造品牌。那么你只要说，哎，你比如说你觉得你需要这样的马桶，那么就会有人给你造出来，而且造的也不算那么贵，肯定要比那个装灯泡那贵啊，那还是可以的。对。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什么呢？怎么在 TikTok 上，怎么在 YouTube 上，怎么在 Twitter 上把这个故事讲好，长期的讲下去，
这个是我现在要讲的故事，这个叫有用的事。这样我倒觉得也不太一样，就是我跟你讲我的理解哈，我的理解就是说，比方适印吧，比方说 Jeff 在聊适印，对吧？我当然觉得 Jeff 讲通了，我觉得很高兴，他讲明白为什么有一个中国的 app 火了，对吧？或者你以前讲那个什么出海的某个 app，这我都很高兴。但是我其实不太关心这些细节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今天如果能做出海 app 这帮人，就不是我们这些人，就是第一个得精力特别充沛，然后冲劲儿特别猛，就比方像越战面那个小兄弟一样，对吧？就是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可以干这事儿，就是我们 all in，我们加班，我们把兄弟们，我们再团结十几20个兄弟，就是今天那些真正的市场上大家觉得非常 sexy 的玩法，可能都不是我们能玩的了。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影响力啊，还是我们还执行力，很年轻，我们很强。不是我就是不是我说的是我的理解啊，我说的是我的理解，就是说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我今天反而认为，就是说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创新院那个年代，我们最看好的东西，都是我们这个年纪可能不好做的东西。反过来，比方说你说的写小说，或者是我们做个油管频道，或者是我们去做个 app，然后在美国市场，比方说卖个1000个用户，一人卖$30，就这种其实是小生意。我反而认为，就是这种执行力，我们还有机会。就是比方说像你做了1000多个视频，对吧？这个我觉得是有机会的。但是你说现在老范我要做短剧平台，就是你去写短剧，我觉得没问题。要是老范说我要去做短剧平台，我觉得这个咱们的现在这种执行力和咱们的这个能力可能就有点难，因为人家的融资能力啊，人家的这帮年轻人的这个拼劲儿啊，可能都不是我们这个年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聊一些这个风口浪尖的，比方说我们可以聊 Moonshot，对吧？它融了几百个亿、几十个亿，但是我们今天要想创业，可能我们一般不会想这种项目了，对吧？我们不会想说我们去跟李开复掰个手腕，我们去跟01万物竞争，对吧？我们也去做大模型，对吧？我就觉得有点明天不行，明天要直播。我看后天是不是上01万物转一圈去，看看李开复要在的话，我冲进去握个手，求个合影啥的还是可以。然后你握手说：“开复老师，我准备做个02万物，或者叫0100万物。”没有，你说开复老师，我准备拿你的01万物出去写小说了，然后等什么时候新的《金瓶梅》出来的时候，你就火了。对，其实我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创新院那个年代，对吧？就是我们都想着最牛逼的项目的年代，也有人只做一些小项目，也有人只做一些小项目也赚到钱了。这个事儿，我说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啊，现在跟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想明白了，就是平台这东西不是做出来的，平台这东西呢，都是你一点点长出来的，所以呢，它都是从小长大长出来的。你如果现在包括任何人，你冲出来说，哎，我要做一大平台，你让他融资，他都融不到。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方面我是同意的，但是另一个方面就是说，比方说举个例子吧，我们俩现在是强东哥，我们现在是这个中关村时代的强东哥，对吧？我们就有一个光盘店，长着长着长成了，比方说07年的京东，比方说一年可能有几千万的销售额，对吧？然后已经是一个有100万用户的网站吧，举个例子吧。是，那么但是关口来了，这时候那个谁。那个女的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对吧？给强东哥说，我现在给你10个亿，对吧？你现在要把这个用户数做到多少多少？我现在就觉得说，我心脏是受不了这事儿的，我担心你也受不了。就是说，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做个小的电商网站，做到比方说一年挣1个亿，比方说，我觉得你也没问题，我也没问题。但是呢，现在你已经在这个基础上了，有人说我现在给你10个亿，你不要存，你全国打下去，你要把市场容量1年之内翻个番，然后你人数要从1000人变成10万人，对吧？我觉得我们心脏可能受不了。这个我从来不觉得它是什么大的问题，就是最终我们看到的刘强东剩下来了，他其实是个幸存者偏差，就是当时呢，肯定很多人都收到了这个话语。那你赶紧去锻炼身体吧，我怕你这个钱到手了，你心脏受不了，你这个血压受不了。最多就是我们没做成呗，但是还是会有人做成的嘛。这个还是会有人做成，像我们这种从社会主义学政治学上来的，我们都是相信是什么呢？叫
叫时势造英雄，对吧？啊，这个西方人相信英雄造时势，我们相信时势造英雄。所以呢，我们想的都是这个，就是刘强东呢是一堆人里头最后这个养蛊养出来的。所以我最后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说我万一发财，我就想发个几百万、几千万的财。我们那个范哥还准备发个几十亿的财，还准备进福布斯，对吧？好，你还是挺强的。我已经没有这个是了，没这个想法了。不是啊，我告诉你，就是你到了那一步以后，你比如你真的往前走了，那你该退就得退啊。你比如说我再找个 CEO 回来，或者再找个什么人回来，对吧？你该退还是得退。但是呢，你比如说这个生意再继续往前走也没什么大毛病。对吧？因为我是当年参加过 Musical.ly 的投资嘛，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看着他们怎么一步一步往前走，然后走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再也涨不上去。这个我也承认，但是好吧，他如果没有后边头条的收购的话，他就再也涨不上去了，他就挂那儿了。这倒是，对吧？但是你就到那个时候，当然也有些人到那儿说我就不卖，我就一定要自己做下去。然后最后把公司最后罐儿里养王八，越做越臭臭，或者做死了，这种也有。就是我们最后看到的都是结果。对，没错。我们当然事后分析都是看到结果，然后我们就分析这一步做错了，所以就这样了；这步做对了就那样了。当然，确实也有很多是但是呢，偏差也好，这个我们看到的很多结果呢，就是或者说我们分析的原因呢。其实也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就是你决定一个事情成败呢，就是有很多原因。然后在这种原因里头呢，比如说有些人说，哎，我觉得这是核心啊，我觉得那是核心。对于我来说呢，我就从来不觉得哪个是核心，这都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就完事儿了。对，也对，我也同意你这个看法，我也理解你说的意思，我觉得你说的也对，好吧？就是我个人还是这样，就是我个人认为我是有边界的。这个年代，我想的是，就是我这么给你解释吧，就是我谈问题有两种，一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就跟我没毛关系啊。比方说，我觉得中国的分配不合理，我没有想去当总理去改变分配结构，我没想过，我从来没想过。我只是谈经济学。另一个呢，就是咱们做生意做什么事儿，这个我就想得很低，就是我们做一个小 app，一个用户收个几美金这种，我就想这个级别的，我也不想它能大。我就想它能有个几千个用户，一个月有几万美金就行了。这就是我的要求。但是我觉得你可能还两个还能融在一起，因为你还在想有可能有个10 billion 的这种100亿美金的这种项目，说不定还能做。这个呢，这种我就不想了，这种我就不想了。想过说我要做个 APP，有几千用户，然后一个用户给我个10美金，这事儿我都不想。我想的是，哎，我现在比如说有点流量，然后我拿流量又挣了点广告费，对吧？然后但是呢，不要给自己设限制，你万一大了呢？对，我知道，就是你现在还没有，你还 no limit 嘛，你还没有界限嘛，你还为什么要设限制？你还那个，不，这个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每个人不一样嘛。我觉得你这样挺好，你这样挺好。就是我就等着你发财吧，反正咱们朋友里头发财的还是有一些嘛。我等你变成下一个嘛，等你变成下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先从这个地球有70亿人口开始想。对，等你成下一个我们认识的亿万富翁开始。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你发不发财关系没那么大，但是你说，哎，我就发不了财了，那么这件事儿呢其实是这个。不吧，我想的是发小财，我想的不是不发财，就是我觉得发大财太累，你知道吗？你就是不是一方面是你说的 limit 的问题，我一方面会觉得说，你要真让我管一个公司有1万人，我也管不了，我管10个人就很累了，我也管不了。那你要发大财，还是要多管点人嘛。没有啊，你可能最后这个事情里头有我一部分就好了，然后该往后退的时候我就往后退了呀，谁往前走就往前走。那你这不还不是没有承担这个我刚才说那个大风险了？就是没有啊，这个但是我跟着这条船在往前走啊。没毛病。那你已经不是船长了嘛？那这个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船长呢？一定要做这一个唯一的？分钱分就少嘛。这个你最后能分到就好了。这个因为你如果每个人都变成最后那一个老大的话，
这个上面有人能够挑担子，对吧？这个咱没那本事，这还要认呢。但照你这说法，就跟我一样嘛，也是定义了个边界嘛。你的无非就是说是啊，边界大，就是他生意太大了，你就退出嘛，你就只做没退出啊，财务我能的那个，往前怼我就往前怼啊，对吧？然后这个怼到不怼不动了，然后能怼嘛，那不还是有个有人愿意边界吗？那个什么，那不还是有有个边界吗？人愿意说，哎，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更那个什么。你比如说吧，嗯做一公司，真这公司，嗯有人说，哎，500万，你愿不愿意卖？我可能就不卖，嗯，对吧？到了5000万，你愿不愿意卖？卖了吧，对吧？然后这个5个亿，这不就到不了这天，边界吗？5000万就是你的边界嘛，就是你们得卖的边界嘛。啊，这个但是你嗯好歹也是有了呀，对吧？嗯，这个而且你到那个时候，你对。说我也不卖光了它，5000万，我比如说卖个3000万，对吧？剩2000万，我还在这儿每天恶心大家，这个也可以啊。这就是跟我们那天说那个，我不想上班，你想上班一个道理嘛，就是大家有不同的选项嘛。行，睡觉睡觉睡觉，这个嗯，这个不能拜拜拜拜。再扯淡了，嗯。嗯，然后感谢大挂吧挂吧。家陪着我们聊天啊，我操，都关了，12点了，我操。是。